回想起高中的日子，多来脑子里只有2件事，第一件就是摇滚乐。那时候他性格太闷，耳机里的音乐就是唯一的依靠。就在他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平淡时，第2件事出现了，那就是海源，一个在学校里出了名的狠角色。海源在学校里经常逃课，偶尔露个面，全班同学都躲着他走。多来当时只想当个透明人，心里一直默念别看我，结果海源偏偏停在了他面前。他拿起多来的手机问：你也听摇滚吗？多来当时吓得不轻，以为自己要倒霉了，结果海源却坐了下来。他说他也喜欢这支乐队，还好奇多来是怎么发现这种冷门神作的。谁能想到2个完全没交集的人，竟然因为摇滚乐聊了起来。海源笑着叫他眼镜妹，还夸他对音乐挺懂行。多来原本以为自己说错话了，没想到2人的共同话题竟然这么多。从那以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聊新歌。海源完全不像传闻中那么可怕，多来越了解他，就越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很温柔。就在这些平凡的点滴里，多来发现自己已经彻底沦陷了。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原本多来沉浸在音乐里，根本没听过学校里的那些传闻，直到他和海源走得越来越近，流言蜚语才传进他耳朵里。同学们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海源专门找这种老实学生下手，先装好人套，近乎，最后把对方变成自己的小跟班。甚至有人说海源回学校就是为了找个提款机，而多来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好欺负的软柿子。这些话越传越难听，说海源以前就劣迹斑斑，谁沾上谁倒霉。多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握紧了手机，耳机里的音乐还在响，但他的心情却再也回不到刚才了。多来原本还想相信海源其实是个好人，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他的自作多情。海源骑着那辆扎眼的摩托停在多来面前，语气冷得让人心寒。他叫他眼镜妹，命令他5月1号去学校后门。他特意强调只能他一个人去，说完就直接骑车离开，根本不给多来拒绝的机会。多来站在原地，心里乱成了一团。他觉得海源肯定是想找他算账。回到家后，那些可怕的传闻不停地在多来脑子里转，难道自己真的要变成他的小跟班了吗？如果不去的话，会不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到了约定的那天，多来终究还是没去后门，准确的说是他根本没法去。他本以为海源会大发雷霆，可结果却更让他难受。在学校走廊相遇时，海源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多来想开口解释，可海源只是冷漠的擦肩而过。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理过他。还没等这段误会解开，多来就在6月份转学了。从此2人的世界彻底断了联系，再也没见过面。一转眼5年过去了，多来已经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可奇怪的是，每到5月这个季节，那个男生的身影总会浮现在脑海。是因为5月又要到了吗？多来忍不住在想，如果那天他真的去了后门，现在的结局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多来正对着窗外发呆，满脑子都是5年前的那个男生。直到嘉熙突然叫他的名字，他才猛地回过神来，原来这节课已经结束了。嘉熙可是系里的大红人，性格开朗，朋友又多。他热情地拉着多来去食堂吃饭，连旁边的势力也跟着起哄，非要带上多来这个姐姐。走在校园里，大家聊起多来为什么总是不参加聚会，势力开玩笑问她是不是个宅女。多来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其实是因为自己复读过1年，总觉得和大家相处起来有点尴尬。没想到嘉熙听完直接笑了，他说自己其实也是复读生，这让多来心里轻松了不少。虽然一个是社交达人，一个是边缘人，但这种共同点让他觉得没那么孤单了。就在大家聊得正开心时，势力随口提了一句，说她那个复学的男朋友这学期好像也回学校了。嘉熙怎么不去陪男朋友吃饭？嘉熙笑着解释，她今天下午才有课，这会儿应该刚到学校。就在这时，嘉熙像是发现了目标，兴奋地指着前方说他在那。他转头跟多来打了个招呼，就急匆匆地跑了过去。多来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嘉熙喊出了那个名字，海源。多来整个人定在原地，这个名字他已经在心里藏了整整5年。他曾无数次幻想过那个男生现在过得怎么样，可他万万没想到再次见面会是这种局面。那个被他当作初恋的男生，那个叫车海源的人，竟然就这样毫无征兆的重新出现在他的世界里。多来怎么也没想到，海源不仅和自己在同一所大学，甚至还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势力一脸兴奋地聊着，说海源在实用音乐系非常出名，经常出现在艺术学院的论坛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长得太帅了。势力转头问多来知不知道这件事，多来只能尴尬地摇摇头，假装自己什么都不清楚。嘉熙在一旁听得挺得意，他说海源从大一刚入学那会儿就已经是大家讨论的焦点了。多来现在心里乱成一团，他觉得这事儿简直荒唐透顶，自己刚才还在怀念初恋，结果转头发现那个人竟然是好朋友的男朋友。这种感觉就像是全世界都知道他的优秀，只有他一个人被蒙在鼓里，还傻傻的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真是尴尬的要命。嘉熙突然想起一件事，他说多来以前是周永高中的，巧的是她男朋友海源也是那里的。他兴冲冲的打听海源高中组乐队的时候那么出名，多来有没有听说过他？多来只能支支吾吾的应付着，说自己不太确定。嘉熙倒是挺体贴，笑着帮他找借口，说多来那时候肯定是个学霸，心思全在书本上。势力也在旁边跟着起哄，劝多来别光顾着学习，也该考虑谈个恋爱了。多来只能跟着干笑，心里却觉得苦涩到了极点。
什么高中同学，在海源眼里，他们顶多算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他肯定早就把他忘了。毕竟那点微不足道的交集，只发生在开学初的那几天，对他来说可能什么都不是，但对多来而言，却是他藏了5年的特别回忆。这一整天发生的意外，简直耗尽了多来所有的力气。等他终于一个人躲进便利店，才敢长舒一口气。这种日子真的太折磨人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多来本想躲进便利店清静一下，结果一抬头，那个熟悉的身影就在眼前。这世界有时候小得离谱，一旦撞见了一次，就像是触发了什么奇怪的开关，总能接二连三的遇到。多来还没想好该怎么面对，身体就已经先做出了反应。海源转头看向他，四目相对的瞬间，他迅速低下头，假装在看货架上的东西，生怕被对方认出来。他心里觉得挺懊恼的，明明没做错什么，为什么每次见到他，自己都会变得这么局促，甚至连头都不敢抬？海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旁边的同伴问他怎么了，他只是冷淡的回了一句没什么。看着他推门离开的背影，多来站在原地半天没动。多来现在后悔的要命，早知道会听到那样的消息，那天哪怕海源不记得他，他也该主动打个招呼的。可生活从来没有早知道，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一切美好的平静都被彻底撞碎，地上残留的血迹预示着某种无法挽回的灾难。消息很快在学校传开了，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说嘉熙上周末出了严重的事故，现在人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势力急匆匆地冲进教室，声音里全是焦急，问多来有没有听说嘉熙的事。看着势力慌乱的样子，多来整个人都僵在了座位上。势力带来的消息比大家想象的还要糟糕，嘉熙姐姐上周末出了严重车祸，腿骨折了，刚做完手术，现在人还在医院里躺着。多来整个人都懵了，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势力摇了摇头，只听说当时嘉熙是跟男朋友在一起，结果两人都出了事，听说那个男的伤得更重。这句话让多来的心瞬间悬了起来。势力约多来下周一起去探病，多来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他必须亲眼去确认一下那个让他心神不宁的答案。几天后，多来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看着手机里势力发来的病房号，他深吸一口气，迈开了步子。虽然听说嘉熙恢复的还行，根本打听不到海源的情况，多来只能不停地安慰自己，既然没听到什么坏消息，那他应该还算安全吧。他独自在医院里寻找，心里乱得像团麻，每走一步都在祈祷，千万不要出什么大事。就在他推开门的那一刻，那个让他牵肠挂肚的身影就这样突然出现在对面。海源，多来整个人都定住了。虽然他脸上贴满了创口贴，看起来伤得不轻，但只要人还站着，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对视，海源似乎也发现了他没有说话，只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还没等多来反应过来，那个男人竟然先开口了，一句四眼妹，直接把多来定在了原地。他一脸坏笑的凑近，问多来是不是专门来看他的。多来心里咯噔一下，他居然还记得自己。多来有些局促的打了个招呼，解释说是来看嘉熙的。看着他满脸的创口贴，多来忍不住问了一句，听说你伤得很重没事吧？海源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说自己撞到了头，是趁医生不注意偷偷溜出来的。他盯着多来的眼睛，语气突然变得有些微妙。他说今天可是5月1号。多来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结果海源压低了声音，我不是告诉过你让你今天来见我吗？5月1号。多来在心里反复念叨这个日期，总觉得在哪里听过，记忆里似乎闪过一些模糊的画面。还没等多来想清楚，海源突然自嘲地笑了笑。他说自己现在穿着病号服，样子确实挺没面子的，但他已经等不及了，必须现在就开口。多来还没反应过来他要干什么，海源已经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他第一次没有叫他四眼妹，而是郑重其事地喊出了他的全名李多来。紧接着那句最直接的告白就这样在医院走廊里炸开，我喜欢你。这一刻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安静了，多来彻底愣在原地。海源接下来的这句话简直比刚才那句告白还要炸裂。他盯着多来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成为你的男人。这下多来彻底懵了，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辆救护车闪着灯，呼啸着从两人面前划过，刺耳的鸣笛声直接打碎了刚才那股暧昧的气氛。多来整个人都傻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在开玩笑吗？整整5年没见，一见面就说这种话，换谁都没法冷静。他还没缓过神来，海源又追问了一句，你觉得我怎么样？看着他的眼睛，多来心里泛起了嘀咕，这家伙不像是在说假话。他忍不住质问，你不是早就脱单了吗？海源一脸莫名其妙，甚至觉得有点好笑。他说自己这几年根本就没谈过恋爱。这下轮到多来懵了，这跟他听到的版本完全不一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海源突然凑到了跟前，语气变得有些微妙。他说这么多年没见，你什么时候把眼镜给摘了？海源盯着他的脸，语气非常笃定。他说多来最近明明还戴着那种圆框眼镜。多来愣了一下，小声回了一句，眼镜我3年前就做手术摘了。海源没觉得尴尬，反而笑着说，现在这样也挺可爱，就是以后没法叫你四眼妹了。听到这句话，多来心里咯噔一下，不对劲，这感觉太不对劲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好像都跟现实对不上号，就像是他的记忆断层了。多来赶紧追问，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出事的吗？海源摇了摇头，说自己记不清了，大概是逃课骑摩托车不小心撞到了。看着他一脸理所当然，多来彻底坐不住了，这哪里是撞到了头，这分明是记忆出了大问题。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多来脑海中闪过，如果没猜错的话，事情可能比想象中更离谱。他盯着海源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你现在到底几岁了？
海源被问得莫名其妙，甚至觉得多来是不是喝多了。他理所当然的回答：“跟你一样大啊。”多来没有退缩，继续追问道：“我是问你今年你到底是几岁？”海源沉默了一下，随后淡淡的吐出2个字：18。听到这个数字，多来感觉整个人都麻了。18岁，那可是5年前的事情，这家伙的记忆竟然彻底停在了过去。海源的朋友现在整个人都要炸了。海源这家伙刚做完检查就完失踪，到底跑哪去了？旁边的同伴也是一脸懵，说海源走之前突然问今天几号，还嚷嚷着要回学校上课。同伴听完直接无语，回学校？海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学习了？这简直就是吃错药了。两人赶紧追到门口，结果一眼就看到海源正堵着一个女生，看那架势，海源整个人看起来挺局促。同伴还在嘀咕，他该不会是在找人家麻烦吧？同伴哪里还坐得住，直接冲着那个背影扯开嗓子大喊一声：“海源，你给我站住！”海源心里烦得不行，低声骂了一句，转身就回了诊室。医生翻看着检查报告，语气倒是挺轻松。他说海源的手术很成功，身体指标也都没问题。可紧接着医生的话锋突然一转，他说海源现在的认知完全出了岔子，明明已经20多岁了，海源却坚持说自己还是个高2的学生，最后的记忆也停在了5年前。医生给出了结论，这是典型的事故后遗症，海源的记忆确实丢了很大一块。同伴在旁边听得直瞪眼，忍不住大喊出声：“失忆！”这种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居然真的发生了。海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同伴强行拖走了。同伴一边走一边道歉，说海源现在脑子不太清醒。多来站在走廊里，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果然和医生说的一样，海源的记忆彻底停在了5年前。可如果真是这样，那件一直想不通的事突然就有了答案。我喜欢你。如果他真的以为今天就是5年前的那一天，那他约自己在后门见面，根本不是为了找茬。海源当年竟然是想向他表白。多来愣在原地半天，没缓过神来，这怎么可能？他一直以为那天是个倒霉的日子。就在这时，视力推门走了进来，大声喊着多来的名字，问他怎么去个洗手间这么久。病床上的嘉熙笑着跟他打招呼。多来看着病床上的嘉熙，关心地问他感觉怎么样。嘉熙倒是挺乐观，说等腿上的石膏拆了，就又能活蹦乱跳了。视力在一旁凑过来打听起海源的情况，问嘉熙她男朋友现在怎么样了。嘉熙笑着说，海源昨天已经醒了，虽然只匆匆见了一面，但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只要醒过来就没事了。视力听完松了一口气，可站在一边的多来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身体是没事了，但那脑子可是一点都不好。就在这时，嘉熙低头看了眼手机，说海源那边检查完了，他得赶紧过去看看。视力和多来想搭把手，却被嘉熙婉言谢绝了。他拄着拐杖急匆匆地往外走，病房里的朋友们都炸锅了。红发男生瞪大眼睛问海源哥，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18岁之后的事情难道全忘光了？海源坐在病床上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沉默地坐着，这副样子让大家彻底死心了。黑发男生叹了口气，说这下麻烦了，整整5年的记忆说没就没了，谁能受得了这种打击？可此时的海源心里比谁都乱，他怎么也想不通，时间竟然已经过去了5年，在他的记忆里，一切还停留在那个下午。他骑着摩托车在学校后门见到了多来，对他来说那明明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怎么一睁眼世界就全变了？朋友们还在旁边喋喋不休，说他这5年其实过得挺精彩，不仅上了大学，连兵都当完了。可海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他冷冷地回了一句，这些事我一点都不好奇。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件事，那就是5年前的那场告白，多来到底有没有答应他？他想起刚才多来确实来过，虽然只是匆匆一面。海源突然抬头问朋友，我女朋友今天是不是来医院了？这话一出，把旁边的2个人都问懵了，只能愣愣地点头说是。海源猛地掀开被子站了起来，动作快得让人拦不住。朋友们在后面急得大喊，你这又是要去哪？海源根本没理会，他嘴角微微上扬，心里已经认定了一个答案，既然他出现在这里，那就说明他当年肯定接受我了。医院走廊里乱成了一锅粥，海源像疯了一样往前冲，护士在后面嗓子都喊哑了，让他千万别乱跑，可他现在根本听不进去。就在这时，拄着拐杖的嘉熙刚好路过，他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试探着叫了一声海源，可海源连头都没回，直接从他身边擦肩而过。嘉熙愣在原地，完全没搞清楚状况。多来脑子里早就乱成了一团，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海源真的失忆了？他不停地安慰自己，这肯定只是暂时的，等他冷静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吧。谁也没想到，海源竟然在走廊里直接从背后抱住了多来，这一下力气极大，多来吓得失声尖叫，拼命挣扎着回头问你到底是谁？海源却根本不松手，反而贴在他的耳边，语气霸道的让人害怕。他说你要去哪？你可是我的。多来整个人都僵住了，周围的路人全都停下了脚步，对着这2个人大庭广众下的举动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嘉熙拄着拐杖在走廊里张望，他心里纳闷，海源刚才明明还在，怎么一转眼就跑没影了？嘉熙还在到处找人，可这医院里人来人往，根本看不见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到底跑哪去了？难道根本就没往这边走？为了躲开嘉熙，多来拉着海源一头扎进安全通道，这下总算能喘口气了。可海源却捂着头，一脸委屈地盯着他问，你怎么突然开始跑？多来蹲下身问他，刚才为什么要那样对他？海源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当场石化，他说2人都在一起5年了，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害羞？这话一出，多来彻底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海源一边说着暧昧的话，一边伸手撩起多来的头发，
这亲昵的举动让多莱一下子反应过来，他绝对是认错人了。多莱试探着问他是不是记忆出了什么问题，海源竟然大方承认了，说因为之前的事故，他已经不记得这几年的事了。多莱赶紧追问他到底忘了多少，海源信誓旦旦地说，他最后的记忆就是和多莱一起站在校门口，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多莱知道不能再瞒下去了，他深吸一口气，直接把真相捅破了。他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女朋友，今天过来其实是专门来探望嘉熙的。海源感到一阵眩晕，两人之间清清白白，什么关系都没有。海源整个人倒在墙边失去意识，多莱焦急地喊着他的名字。随着这一声呼唤，记忆的闸门突然被打开，画面回到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两人坐在教室里，凑在一起兴奋地聊着喜欢的乐队什么时候来开演唱会。海源就那样趴在桌上，多莱伸出手想帮他挡住窗外刺眼的阳光，没想到海源这时候突然抬头，多莱吓得赶紧缩回手，嘴里不停地道歉，解释说自己只是怕他被晃到。海源就那样趴在胳膊上，看着眼前这个局促的女孩，忍不住轻声调侃说她怎么对什么事都要道歉。海源终于睁开了眼睛，可他意识模糊的喊出的却是多莱的名字。守在旁边的嘉熙和朋友们一下子全围了上来，大家又是惊喜又是后怕，责备他刚醒过来就不安分。嘉熙凑到跟前，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担心，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可海源只是沉默地盯着他，眼神里没有一点温度。你是谁？同伴赶紧在一旁打圆场，说海源现在脑子乱得很，连自己失忆了都不知道。他指着嘉熙对海源说，这就是你刚才拼命找的女朋友。海源听完彻底愣住了，他记忆里的人根本不是嘉熙。而此时在另一边的家里，多莱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全是海源的安危。多莱脑子里回想起在医院的场景，多莱躲在家里戴上耳机，试图隔绝这一切。海源虽然失去了记忆，但他脑海里残留的那些甜蜜片段，现在全都被他安在了别人身上。多莱心里很清楚，只要海源恢复了记忆，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会像没存在过一样，哪怕只有这一天也好，他只想守住这点卑微的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嘉熙终于出院回到了学校，朋友们一下子全围了过来。嘉熙笑着跟大家打招呼，说骨头已经快长好了，只需要定期回去复查就行。嘉熙正在教室里兴奋地计划这周末要和海源去哪家餐厅约会，坐在一旁的多莱听得清清楚楚，海源竟然已经康复了。他心里最担心的是海源的记忆到底恢复了没有，如果他全都想起来了。嘉熙突然转过头来打招呼，多莱吓得赶紧找借口离开。面对嘉熙真诚的感谢，他心里只有说不出的愧疚。海源马上就要回学校了，多莱知道自己再也没法躲下去了。多莱走在校园里，还在自我安慰，觉得学校这么大，应该没那么倒霉会撞见海源。结果话还没说完，一辆摩托车就带着轰鸣声飞驰而过。多莱被吓得不轻，正想看看到底是谁骑这么快，结果前面的摩托车突然停了下来。当那个人摘下头盔的一瞬间，多莱彻底愣住了，怕什么来什么，眼前的这个人竟然真的是海源。多莱躲在柱子后面不敢露面，看着海源已经能熟练的骑摩托车，他心里越来越没底。既然身体都恢复得这么好，那记忆是不是也该找回来了？海源正站在车旁打着电话，语气听起来非常不耐烦。他说自己已经回学校了，但不管试了多少次，那些该死的记忆就是回不来。听到海源亲口说还没想起来，多莱吓得赶紧缩回了脑袋。海源刚回到学校就发现事情全乱套了，电话那头的人一直在催，但他连自己在哪个班都记不清。看着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问候，海源彻底懵了。这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他一个都不认识。就在他想低调离开的时候，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惊呼，他的名字被叫响了。这下想躲也躲不掉。海源刚进校门就被一群人围住了，大家都在关心他的身体，但他看着这些热情的面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些人到底是谁？这种陌生感很快就闯了祸。走廊里有人跟他打招呼，他随口回了一句，结果对方当场变了脸色，因为他竟然对学姐用了评语。但他现在根本顾不上礼貌，坐在教室里看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他不得不承认脑子里依然是一片空白。这种什么都记不起来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海源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这种性格是怎么考上大学的。朋友告诉他，别想了，你当年可是靠专业课满分进来的。就在这时，一个路人不小心撞了他一下，连句对不起都没说就想走。海源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那种骨子里的狠劲儿根本不需要记忆来唤醒。对方被他盯得脊背发凉，赶紧连声道歉，溜之大吉。朋友在一旁感慨，看来你这坏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为了测试他到底记得多少，朋友连着问了好几个问题，今年多大，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海源都对答如流。可当朋友问出最后一个问题，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海源却彻底沉默了。这个对他最重要的人，他竟然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海源还是不肯死心，他拉着朋友反复确认，那个叫多莱的女孩真的不是我的女朋友吗？可朋友的回答像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你以前连提都没提过她，为什么出院后就跟丢了魂一样到处找她？海源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闹了个大乌龙。那个在他告白后吓得转身就跑的女孩，跟他根本就没交往过，那为什么多莱那天会在医院？我觉得他说了什么？海源拼命的想，可脑子里除了碎片什么都抓不住。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这个节骨眼上会是谁打来的？手机屏幕亮起，嘉熙发来的短信，约他下课后在图书馆见面。
两人并肩走在校园里，嘉熙试探着问他是不是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海源给出的答案依然很绝望，现在的他看哪里都像个刚入学的新生。嘉熙并没有被他的冷淡劝退，反而凑得很近，兴致勃勃地翻出手机里的餐厅，约他周末一起去尝尝。那语气自然的就像两人从未分开过一样。可海源却突然停下了脚步，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感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为什么？嘉熙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难道连我也让你觉得这么陌生吗？海源盯着眼前的女生，语气里满是不信任。你真的是我女朋友？我们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嘉熙叹了口气，说这些在医院都解释过了。可海源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除了不记得还是不记得。嘉熙只好耐着性子从头开始帮他拼凑记忆。他说两人在一起快1年了，第一次见面是在音乐厅，那时候海源刚退伍，偶尔会去台上弹吉他，而嘉熙就坐在台下成了他的头号听众。是他先主动联系的海源，两人吃了几次饭，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在嘉熙的描述里，他们像所有普通情侣一样，一起找好吃的餐厅，去漂亮的地方打卡，偶尔也会闹点小脾气。可听着这些甜蜜的往事，海源心里却一点波澜都没有。这段所谓的恋爱对他来说简直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嘉熙讲完这些，轻声问海源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海源沉默了很久，问出了那个最让他纠结的问题：我真的喜欢你吗？嘉熙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淡淡的说，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没法替你开口，但如果你讨厌我，又怎么会一直陪在我身边？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让海源无法拒绝的真相，他说在那场车祸发生的瞬间，是海源冲过去护住了他，结果嘉熙只受了点轻伤，海源却因为失血过多差点连命都丢了。这番话一出，海源彻底没话说了。如果不是因为爱，谁会愿意为了另一个人去死？看着海源混乱的样子，嘉熙表现得非常大度，他说自己不会逼他，毕竟现在最难受的人其实是死里逃生的海源。嘉熙提议带海源去以前常去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帮他找回记忆。海源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你长得很漂亮。嘉熙听完笑得很开心，调侃说他果然是失忆了，因为以前的海源可从来不会说这种甜言蜜语。他趁着气氛不错，要求海源至少要把名字记牢，然后一遍遍教他念徐嘉熙，我叫徐嘉熙。他商量着中午去吃他最爱的韩餐，海源跟在后面低声重复着那个陌生的名字徐嘉熙。海源刚回到学校，朋友们就热情地围了上来，问他吃没吃午饭。可海源根本没心思叙旧，开口就让朋友帮他跟班主任请假，说自己现在就要走。朋友听完都愣住了，赶紧纠正他说大学里哪来的班主任，那是教授。海源这才反应过来，现在的他连这些基本的常识都记不清了。朋友以为他是要急着去见嘉熙，还特意提醒他明天的合奏课千万不能缺席。可海源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明天我也不来了。他死死攥着手里的车钥匙，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对他来说，什么学业什么女朋友现在通通都不重要，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他必须要找到的人。嘉熙独自躲在洗手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脑子里全是刚才海源说的那句话。就在不久前，海源突然叫住了他的全名徐嘉熙，还没等嘉熙反应过来，海源就冷冰冰的丢下一句，我们分手吧。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得嘉熙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失忆后的海源第一个决定竟然是要甩掉他。他一遍遍安慰海源，也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海源只是现在脑子太乱了，才会随口说出这种伤人的话，只要不当真，这段关系就还能维持下去。海源接下来的话比提分手还要伤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嘉熙，我有喜欢的人了，所以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嘉熙整个人都听傻了，他觉得这简直荒谬，一个刚失忆的人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喜欢的人？可海源的眼神异常坚定，他说那是他的初恋，从他在医院醒来的那一刻起，脑子里就全都是那个女孩。海源戴上了头盔，发动了摩托车，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把李多来找出来。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就在海源疯狂寻找的时候，多来正戴着耳机走在路边，两人之间的距离仅仅只有几米远，可海源却直接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多来突然打了个冷战，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种不安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躲着也不是办法，他决定主动去找海源，把那天的事情彻底说清楚，就当那一切只是个意外，只要把话说明白，以后就再也不用有交集了。多来已经来到了讲堂门口，为了这一刻，他已经在脑子里排练了无数遍，是该先关心海源的身体，还是直接解释当年的误会，甚至连体面退出的台词他都想好了。整整58次模拟演练，他终于把自己给说服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总得先迈出这一步。他拦住路过的同学，海源到底在不在里面？多来好不容易找人打听，得到的却是海源失踪的消息，他已经好几天没来学校了。男同学无奈地说，海源不仅旷课，甚至连电话都不接，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多来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明明之前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断了联系？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又被送回医院了吧？海源凭着一点模糊的记忆赶到了多来提到过的医院，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护士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请求，除非是家属或者警察，否则谁也查不了访客记录。这一趟算是白跑了。海源气得想撞墙，早知道就该随便编个身份混进去。他翻遍了多来的社交账号，甚至想联系他高中的同学，结果却发现自己对他一无所知。世界这么大，如果一个人存心想要躲起来，到底该去哪里才能找到他？就在海源快要绝望的时候，街边一个熟悉的背影让他整个人都定住了，哪怕只是一个后脑勺，他也绝对不会认错，那就是他找了整整1天的多来。
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海源根本顾不上摩托车停在哪，直接跳下车冲了过去。他一边大喊着多莱的名字，一边死死抓住了他的肩膀，生怕慢1秒钟，这个背影就会再次消失不见。加西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海源整个人都僵住了，认错人了。他尴尬的低头道歉：“李多莱，你到底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满大街都是你的影子，却唯独找不到你本人？”加西点开手机录像，他说自己今天没课，正在练习新闻播报，而且这还是他出院后的第一次练习。他正对着稿子练习新闻播报，内容是关于流感爆发的数据，可读着读着他却突然停了下来。他瞬间情绪失控，一把将稿子甩在了地上。他痛苦地捂住额头，仿佛想把某些记忆强行压下去。他回想起上午的交谈，加西嘲笑他说他连人家长什么样都忘了，居然还好意思提出恋这2个字。海源没有反驳，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记得他，那是5年前的事了。”听到5年这个数字，加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盯着海源问：“你现在是要跟我分手，就为了回去找你高中的初恋？”他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甚至质问海源：“那个女孩难道也想跟你复合吗？”海源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自己并不知道，但他必须去找到他，当面问个清楚。加西冷笑着骂他疯了，觉得他现在根本就不清醒。可海源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淡淡地回了一句：“我知道我疯了。”他甚至主动帮加西做了决定，既然我这么不可理喻，那就干脆甩掉我这个疯子吧。加西拿着手机不停地安慰自己，海源现在只是病了，等这阵劲头过去，他一定会清醒过来的。而此时的海源正独自守在街头，看着人来人往的马路，心里全是挫败感。多莱那么瘦小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躲起来，在这茫茫人海里，到底要去哪才能找到他？就在这时，手机屏幕亮了，是加西发来的消息。他发了一段2人以前约会的视频，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势。他说：“看一看这些，然后赶紧清醒过来吧。”海源盯着屏幕里的画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海源坐在摩托车上，点开了加西发来的视频，画面里是他们曾经一起吃饭的场景，加西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亲密，视频里还记录着他们以前一起去上课的日常。与此同时，大学校园里的专业课刚刚结束，多莱收拾好书包，和视力打了个招呼，就准备离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多莱心里一直揣着一件事，他其实偷偷去过声乐系好几次，就是为了能偶遇海源。可结果呢，每次都是扑了个空，那个他想见的人始终没有出现。多莱握住门把手，心里正盘算着，得赶紧找个机会和海源谈谈，而且绝对不能让加西或者系里的同学看到。可就在他推开门的一瞬间，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直接把他堵在了门口。海源冷笑了一声，他觉得自己之前简直太蠢了，明明就在同一个学校，他竟然还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满世界的去乱找。他微微低下头，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传媒系的李多莱是吧？”多莱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去找他，海源就已经先一步把他彻底锁死在了视线里。海源这一下直接把多莱堵在了门口，看这架势是打算把话彻底说清楚。可还没等他开口，屋里的动静就传了出来，几个女生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下麻烦了。多莱反应倒快，趁着海源分神的功夫，一弯腰直接从他眼皮子底下溜了。海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几个热情的学妹给缠住了，又是打招呼又是套近乎，场面一度非常尴尬。他只能一边敷衍着，一边眼睁睁看着多莱跑远。这下好了，想说的话全被堵了回去。那2个女生环在背后议论，说海源虽然脾气臭，但这张脸确实没得挑，甚至还羡慕起他的女朋友。海源根本没心思听这些，他正满走廊找人呢。多莱以为躲在柜子后面就稳了，结果一抬头，正好对上海源那双冷冰冰的眼，这下是真的躲不掉了。海源一路追到校门口，直接把他拦了下来，问他到底在跑什么。多莱支支吾吾半天，说是被他突然出现吓到了。可当他问起海源是怎么知道自己在这的时候，海源的回答让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他说是在加西的视频里刚好看到了他的行踪。海源连自己女朋友的名字都记不全，看来这记忆确实还没恢复。多莱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海源就开始翻旧账了，质问他那天在医院为什么把他一个人丢下就跑了。多莱赶紧解释，说是看他朋友都来了才走的。可海源根本不想听这些，只说了一句：“反正现在找到你了。”他这态度简直不容拒绝，直接示意多莱跟他走，说要好好谈谈那天发生的事。多莱虽然心里打鼓，但还是乖乖跟了上去，只求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笔乱账彻底算清楚。海源随手掏出一个头盔，看这意思是打算骑摩托车带他走。多莱心里1万个不情愿，小声嘀咕着能不能改坐公交。结果海源根本不给拒绝的机会，直接把头盔扣在了他头上。他一边帮多莱系好扣子，一边随口找了个理由，说现在路上太堵了，坐公交根本来不及。多莱还没来得及反应，整个人就被海源拉到了后座。随着引擎的一声轰鸣，他只丢下一句抓紧了，摩托车瞬间冲了出去。多莱吓得魂都要飞了，只能死死搂住海源的腰，这下是真的想撒手都难了。海源把车停稳，随口说了句到了。多莱摘下头盔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地方他再熟悉不过，竟然是他们以前的高中校门口。他怎么也没想到海源会带他回这里。就在多莱胡思乱想的时候，海源突然转过头问他喜不喜欢吃腊肠年糕。2人刚进店坐下，就成了全场的焦点。旁边的女生眼睛都看直了，在那小声议论这男的帅得过分，虽然都在感叹他脸小长得好，
但海源身上那股冷冰冰的气劲，还是让路人觉得这帅哥看着可真不好惹。海源在那旁若无人的吃着，多来坐在对面，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哪句话说错又惹到他。海源看他不动筷子，还冷冰冰的问他是不是没胃口。多来赶紧找话题，问他以前上学的时候来过这没。海源摇了摇头，说自己那时候根本不怎么来学校。接着他话锋一转，说以前路过这的时候，其实就想带多来一起来。这句话直接把多来给整懵了。可惜这一等就是5年前没能成行的约会，竟然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后，以这种方式实现了。看着窗外的老街，多来心里五味杂陈，兜兜转转5年整，他竟然又和海源坐回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天你为什么在医院？多来解释了半天，原来那天在医院撞见，是因为他去探望同系的佳熙，这才跟海源对上了号。海源听完感叹了一句，这世界可真是够小的，绕了一大圈大家竟然都是校友。多来也跟着点头，说自己当初知道的时候也觉得这事儿挺不可思议。可还没等他感慨完，海源突然盯着他问，既然缘分这么深，那为什么当年我没能成为你的男人？这句话杀伤力实在太大，多来直接被呛得说不出话。海源却一点没打算收手，反而把话挑得更明了。他说那天去医院其实就是奔着告白去的。海源盯着多来的眼睛，语气里带着点自嘲，问他当年是不是故意拒绝自己。多来一听赶紧摆手，他说那天自己根本没去校门口。海源这下更纳闷了，追问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多来低着头沉默了半天，最后他才支支吾吾地说，因为当时觉得海源这种长相，去校门口堵他肯定是想找他要钱。海源听完手里的筷子都停了，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深情告白在对方眼里竟然是收保护费。他气得直接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质问多来自己到底哪里长得像坏人，为什么要干那种下三滥的事。这下轮到多来尴尬了，他缩着脖子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海源沉默了半天，终于开口问多来，当年是不是因为那些传闻才一直躲着他？提起这事儿他就心烦，当时觉得解释起来太麻烦，索性就随那些人去说，谁能想到最后竟然坑了自己。他看着多来的眼睛，一字一句的强调，那些传闻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一件事是真的。多来整个人都听愣了，原来那些让他害怕的流言竟然全都是假的。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海源突然凑近了问他，那你呢？在你心里我也只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吗？还是说你曾经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觉得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多来还是选择了撒谎。他说那时候心里只有高考，根本没心思去想别的。海源笑了笑，说看你当时那个样子，确实像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其实多来心里很清楚，就算现在承认当年也喜欢他，又能改变什么呢？他身边已经有了别人，而且那都是5年前的事了。这样回答对大家都好。海源无奈的感叹，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他一个人的单相思。虽然刚才嘴硬撒了谎，但多来心里还是乱成一团。他觉得自己这样试探很不应该，可那个答案他真的太想知道了。他停顿了很久，终于还是问出了那句话，你当年是真的喜欢过我吗？海源没有立刻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然后轻声应了一句，就是这个眼神和5年前一模一样。多来这才意识到，原来有些东西从来都没有变过。看着眼前的男人，多来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那个18岁的海源又重新回到了他身边。他还是忍不住问出口，为什么偏偏是我？海源看着他的眼睛说，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我就是喜欢你。多来显然还没转过弯来，他说你以前明明总叫我4眼仔，那样子哪里像是喜欢？海源却一脸理所当然，他说那是昵称，因为觉得你可爱才这么叫的。海源最后低声补了一句，我以为我表现的已经够明显了。海源淡淡的说，过去的事确实没法改变。多来也只能低声附和。可就在下一秒，海源突然俯身靠近，语气变得不容置疑，他说既然这样，那你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案。多来还没反应过来，海源已经直视着他的眼睛，提醒他，你还没回答我的告白呢。他看穿了多来的顾虑，知道他一直把这当成陈年旧事，但海源接下来的话让整个气氛彻底变了。他说对你来说那是过去，但对我来说这一切正发生在当下，因为现在的我就是那个18岁的海源。这句跨越5年的告白让多来彻底愣在原地。多来赶紧提醒海源说，你失忆这段时间其实一直和佳熙在交往。谁知道海源冷冰冰的丢下一句，我们已经分手了。多来整个人都懵了，他说你们之前明明相处得很好，怎么能说分就分？海源却理直气壮，他说对我来说那个女人完全就是个陌生人。多来觉得这简直太离谱了，就算失忆了，这对人家女孩子也太不公平了。海源根本不在乎，他说我不记得的人管他是谁。多来气得直接骂他混蛋，可海源根本没往心里去，反而伸手敲了敲桌面，他让多来别管别人的闲事，他现在只想知道多来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接着海源话锋一转，竟然开始炫耀起自己这5年的变化。他说自己不仅长高了，身材也比以前更好了。看着眼前这个一本正经自我推销的男人，多来彻底无语了。海源突然问多来，你现在有男朋友吗？还没等多来回答，他就霸道的补了一句，如果有就赶紧甩了，他不可能比我更优秀。多来赶紧伸手拦住他，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把真相说清楚。多来说，其实在医院之前他就见过海源，就在他出意外之前，那时候在学校里，海源正和佳熙在一起，2个人看起来特别般配，也特别幸福。多来觉得海源现在之所以
会告白，只是因为弄丢了记忆，整个人陷入了暂时的混乱。他断定只要记忆恢复，海源就绝对不会再对他说出这种话。可海源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反问了一句：“那如果记忆永远回不来呢？”这一句话让多莱彻底没词了。海源接着问：“如果我的记忆永远找不回来，永远停在18岁那年，那该怎么办？”多莱沉默了很久，才轻声劝他：“你应该回到原本的生活里，那才是对的。”海源却自嘲地笑了，他说已经回不去了，让他去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交往，谁能做得到？他盯着多莱一字一句地说：“我现在喜欢的人只有你。”多莱被这突如其来的直球弄得不知所措，他还是想让海源清醒一点。他说海源现在的感情只是属于那个18岁的少年，并不是现在的他。毕竟这5年的时间里，他们对彼此的生活根本一无所知。这道时间的鸿沟，真的能靠一句喜欢就轻易跨越吗？整整5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情。两人坐在店里，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画面一转，嘉熙正和朋友们在酒吧聚会，朋友盯着手机惊呼：“嘉熙，你的视频播放量也太夸张了，照这个势头下去，光靠广告费就能赚翻了吧？”大家纷纷劝他，干脆辞职去当全职博主算了，毕竟这流量谁看了不眼红。嘉熙却只是笑了笑，他说：“这种事太不稳定了，还是得有一份正经工作才踏实。”朋友们继续打趣说，只要视频里有海源出镜，那点击量绝对是稳爆。可聊着聊着，有人突然发现不对劲，奇怪地问了一句：“怎么最近的视频里完全看不到海源的身影了？”面对朋友的疑问，嘉熙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嘉熙还在帮海源打掩护，说他出院之后两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朋友却突然想起来，海源那天不是去大讲堂找过你吗？本人真的比视频里还要帅。嘉熙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朋友也觉得奇怪，难道他没告诉你吗？嘉熙心里一软，以为是海源想起了什么才去找他。另一边乐队的朋友也在抱怨，最近想见海源一面简直比登天还难，电话不接，消息也不回。自从出院之后，他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谁也不知道现在的海源到底躲在哪里。说他最近虽然人还活着，但脑子明显不太清醒，他总是神神叨叨的，嘴里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谁也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长发男生无奈的摊手，说海源最近居然嚷嚷着要去寻找他的初恋。红发男生听完笑出声来，他理所当然的以为海源口中的初恋肯定就是嘉熙姐，毕竟在所有人眼里，嘉熙才是海源第一个正儿八经交往的女友。就在这时，海源正独自走在街头，手机在兜里疯狂震动，屏幕上赫然显示着嘉熙的名字。电话那头，嘉熙开门见山问他是不是专门来看自己的。海源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对方会这么说，他随口编了个理由，说是碰巧路过。可嘉熙根本不信，甚至主动约他见面吃饭，想把当年的关系再续上。海源拒绝得很干脆，说该说的话早就说清楚了，没必要再见。就在这时，嘉熙突然提到了那个视频，问他看完之后，难道就真的没什么想法吗？海源根本不想多废话，直接挂断了电话，气得嘉熙在街头大喊他的名字。他怎么也想不通，那个所谓的初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海源变得这么冷血。与此同时，乐队的朋友们也聚在一起，发愁怎么跟海源开口，因为乐队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可海源最近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大家商量好了，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他露面，把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定位已经发过去了，但谁也不敢保证他今天到底会不会出现。海源推门走进练习室，朋友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笑谢倒是挺兴奋，冲上来就喊卓想死他了。大家随口问了一句，他今天到底跑哪去了？海源也没隐瞒，直接说是回了趟老城区。这话一出，屋里的人全愣住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还在惦记那个所谓的初恋。笑谢更是听得一头雾水，他一直以为海源的初恋是嘉熙，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一个？面对大家的追问，海源根本不想解释，只是自顾自地坐在一旁。朋友忍不住提醒他，该清醒一点，回到现实了。可海源心里清楚，那个身影他这辈子都忘不掉。海源还在心里纠结，难道18岁时的那份感情真的只是过去式吗？5年的时间真的能改变一切吗？他看着眼前的老搭档们，感慨大家还能聚在一起搞乐队。可话音刚落，屋里的气氛就变了。长发男沉默了半天，终于还是说了实话，其实他们几个人早就已经退出乐队了。海源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乐队居然早就散伙了。笑谢无奈的解释，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光靠搞乐队根本活不下去，大家现在都在各忙各的，为了生活四处奔波。海源听完彻底心凉了，如果乐队都没了，那他这个主唱现在到底算什么？长发男接下来的话简直像个晴天霹雳，他说海源考大学的时候早就把专业从声乐改成了吉他。海源当场就炸毛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现在才告诉他？可朋友们也很委屈，当初是海源自己断了联系，整天只顾着骑摩托车到处晃，谁能想到他连这事都忘了。海源看着手里的麦克风，心里乱成了一团。他一直以为只要自己回来，一切都会和5年前一样。长发男无奈的解释，海源的吉他天赋本来就高，换专业也是为了前途考虑，并不是真的让他放弃唱歌。笑谢也在旁边打圆场，说唱歌以后可以当成爱好，没事去 KTV 吼2嗓子就行，没必要非要死磕到底。海源随手试了一下音，巨大的轰鸣声差点没把笑谢的耳膜震碎。其实海源以前一直是个过一天算一天的人，但他心里也曾有过一个模糊的未来。他以为自己会一直站在舞台中央，对着台下的那个女孩唱出所有的心声，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闷棍。在嘉熙的记忆里，那天海源根本不是主唱，而是一个默默在角落里弹吉他的人。
这种记忆的偏差让海源彻底陷入了迷茫，当年的真相到底被藏在了哪里？海源看着手里的麦克风，脑海里全是多来当年的样子，他开始怀疑，难道自己原本的人生真的不该是现在这样吗？夜深了，城市的灯火依旧亮着，可多来的心里却乱得像一团麻。他本来以为只是刚才的炒年糕吃多了，胃里才觉得有点堵，可慢慢的他发现不舒服的地方其实是心里，那种沉重感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让他怎么也喘不过气。多来开始后悔今天对海源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太重了？明明是想关心，结果一开口却全是刺。他戴着耳机坐在桌前，心里想的全是海源，这种想道歉又开不了口的感觉，真的太折磨人了。在某些特别难熬的日子里，多来真的很想找个人聊聊，可翻遍了通讯录，才发现自己竟然连一个能随便发消息的朋友都没有。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好像一点都没变，依然是那个把自己关在壳里的透明人。就在这时，同屋的室友突然开了口，多来赶紧摘下耳机，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可室友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最后却只丢下一句没什么，就又转过身去忙自己的了。多来愣在原地，心里开始不停的打鼓，是不是自己耳机声音太大了，还是刚才哪里做的不对？他卑微的调小了音量，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海源觉得屋里太闷，想出去走走透透气，队友也没拦着，让他赶紧去吹吹风冷静一下。夜晚的街道冷冷清清，海源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着，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还是怎么都甩不掉。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准确的叫出了他的名字。海源下意识的回过头，却看到嘉熙摇摇晃晃的走过来，整个人看起来状态很差，像是刚从酒局里钻出来。还没等海源开口问一句，嘉熙就先瞪着眼睛骂开了，说他是个流氓一样的混蛋。海源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嘉熙，听着他那些莫名其妙的话，显然他今天喝了不少。嘉熙不依不饶地追问，甚至还提到了5年前的那个女孩，他觉得只要自己开口，海源就一定会乖乖回到他身边。海源沉默了一会儿，语气平静得让人害怕。他说还记得那场差点要了他命的车祸吗？就当他已经在那个时候死掉了，现在的海源和他再也没有半点关系。海源拿出手机准备帮他叫车，可这句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嘉熙彻底失控了，直接挥起包砸了过去。刚才还动手的嘉熙这会儿却突然变了脸，他死死拽住海源的衣服，嘴里不停嘟囔着让他别这么说话。在他眼里，现在的海源陌生的可怕，根本不是他记忆里那个温柔的人。可不管他怎么哀求，海源始终没有任何回应。嘉熙借着酒劲赖着不走，整个人直接瘫在了海源怀里，嘴里还念叨着不想回家，让海源自己先走。海源无奈地叹了口气，面对这个烂醉如泥的前任，他终究还是没法直接把人扔在街上。嘉熙已经彻底断片了，趴在桌子上人事不知。海源看着趴在桌上的嘉熙，没好气的让他别装睡，赶紧把姐酒要喝了。可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这次是真的醉死过去了。就在这时，海源点开了手机里的链接，那是嘉熙发来的一段视频，标题写着恋爱时期的那些记录。视频里的画面记录了他们曾经最美好的样子，一起喝饮料，一起去游戏厅抓娃娃。看着屏幕里那个开朗的自己，海源陷入了沉默。嘉熙趴在桌子上，语气里满是不甘心。他说如果海源看了那些视频，绝对没办法对他这么冷淡。在他看来，哪怕海源现在觉得他像个陌生人，哪怕只是演戏，他也该是着重新爱上他，毕竟这是对待前任最起码的礼貌。海源一言不发地听着，这些话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近乎偏执的道德绑架。可紧接着嘉熙话锋一转，提到了海源心里的那个初恋。他说不只是你有初恋，我也有过。嘉熙趴在桌上自顾自地说着，他说高一的时候自己也曾疯狂迷恋过一个男生，可现在连对方长什么样都记不清了。他盯着海源，觉得海源对初恋的执着也不过是暂时的错觉。他甚至放下了所有尊严，卑微的哀求海源能不能为了他再尝试一次，哪怕只有1分钟也好。海源始终沉默着，桌上的手机屏幕还亮着，那些过去的影像和眼前的哀求交织在一起，让他根本给不出任何承诺。画面一转天已经亮了，多来正手忙脚乱地收拾包，昨晚发生的一切让他整宿都没合眼，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眼看就要迟到了，他只能强打起精神往外冲。可就在这时，他看到桌上的药盒，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昨天那个叫李瑟的舍友特意给他塞了消化药，看来对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敌对。多来心里还有点小感动，觉得人家真是个大好人，甚至还想着晚上得找个机会好好谢谢人家。可这种轻松的心情并没能维持多久，就在他走在街上的时候，路边停着的一辆白色摩托车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这辆车的型号和外观简直和海源的那辆一模一样。多来停下了脚步，心里开始打鼓，海源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种不安的预感让多来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嘉熙昨晚显然是喝断片了，面对同学的邀约，他只能强撑着说今天很忙，其实脑袋沉得像灌了铅，连怎么回家的都记不起来了。他一边下楼一边拼命回想，昨晚去见了海源，后来好像还去了便利店，可在那之后的记忆就像被彻底抹掉了一样。正想得出神，脚下突然一个踩空，整个人失去重心向前倒去。就在这关键时刻，一只手稳稳地拖住了他的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耳边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海源正盯着他问，还没清醒吗？这下尴尬到了极点，他只能借口说是脚踝没力气。看着突然出现在讲堂的海源，他显然有些意外，本以为对方又是随口路过，可海源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海源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已经没法像以前那样约会了。这句话听起来既冷酷又决绝，他甚至觉得有些荒谬。难道他特意跑这一趟，就是为了来划清界限吗？可就在这时，海源话锋一转，他说会尝试把弄丢的记忆找回来，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时间只有1个月。如果1个月后还是想不起来，那这段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嘉熙听完后反而笑了，轻声夸了一句做得好。这场关于记忆的倒计时，从这一刻起正式开始了。嘉熙轻轻握住海源的手，安慰他说只要找回记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此时的多莱正心急如焚地在走廊里寻找海源，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转角处撞见这一幕。海源和嘉熙正并肩走在一起，面对嘉熙撒娇般的搭车请求，海源虽然冷淡的让他自己打车，但两人同框出现的画面还是让多莱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们已经和好了？多莱停下脚步，看着不远处的2个人，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这种3个人撞在一起的局面简直是糟糕透了。就在多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时，海源竟然主动走了过来，他脸上带着轻松的笑意，像往常一样喊着多莱的名字。眼看海源越走越近，多莱在心里疯狂呐喊：千万别过来！海源刚想开口打个招呼，结果多莱反应大得离谱，整个人像拨浪鼓一样疯狂拒绝交流。这下把海源也给整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的嘉熙突然被朋友叫走，临走前还特意叮嘱他千万别乱跑。原本热闹的走廊一下子只剩下他们2个，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海源忍不住凑过去问：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头上长虫子了？多莱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刚才那尴尬的一幕。多莱凑到海源耳边，神神秘秘地提起了嘉熙，说嘉熙刚才一直在打听，问他们2个是不是认识。海源听得直皱眉头，吐槽多莱的声音跟蚊子叫一样，根本什么都听不清。他干脆直接俯下身子贴到了他脸跟前，这一下离得实在太近，多莱吓得赶紧往后缩，只能老老实实交代。嘉熙还不知道他们是同学，所以的表现得生疏一点。海源倒是一脸无所谓，觉得知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当场愣住。多莱支支吾吾地说，之前为了怕麻烦，已经亲口告诉嘉熙自己根本不认识海源。海源这下真的有点生气了，他盯着多莱问：难道你是怕我敲诈你，才故意装作不认识吗？多莱赶紧摆手解释，毕竟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他压根没指望海源还能记得自己，所以才想把这段过去藏起来。海源听完冷笑一声，觉得这理由简直荒唐，他直勾勾地看着多莱反问：亏你想得出来，我怎么可能把你给忘了？多莱被这话堵得没法接，只能赶紧转移话题，打听起他跟嘉熙的关系，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和好了。海源干脆利落地否认了，说自己现在只想找回记忆，等一切都想起来了，很多事情自然会有个交代。他突然压低声音问多莱，是不是连你也觉得等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天，我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多莱沉默了片刻，轻轻应了一声，两人之间的气氛瞬间变得沉重了起来。嘉熙找了一圈，总算在走廊尽头把这2个人抓了个正着。多莱吓得差点跳起来，场面一度非常尴尬。海源倒是淡定得很，嘉熙向海源介绍多莱，说他是系里的同学。可就在嘉熙没注意的时候，海源转过头死死盯着身边的多莱，那眼神简直要把人看穿。嘉熙在一旁开起玩笑，问海源干嘛这么兄弟盯着人家，还夸多莱是个好孩子，让海源别把人给吓着了。最后嘉熙借口说自己脚踝有点疼，非要海源陪他一起去教室。嘉熙挥手跟多莱告别，约好下午课上再见。多莱只能尴尬地应了一声，目送着他们离开。海源临走前最后看了多莱一眼，嘴里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显然还在为刚才的事不爽。看着海源跟在嘉熙身后，两人并肩走远的样子，多莱站在原地，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过这样也好，起码海源的生活终于要回到正轨了。只要他能像普通人一样继续原本的日常，那自己受点委屈似乎也算不上什么了。本来以为一切都能像这样平稳地回到原点，转眼到了晚上，李瑟推门回到宿舍，多莱赶紧打了个招呼，两人之间的气氛还是透着那么点尴尬。李瑟随口问了一句吃过晚饭没有，结果2个人都还没顾上吃。多莱犹豫了一下，试探着提议说，要不咱们一起点个外卖，他手里刚好还有张优惠券。没成想李瑟听完这话半天都没接茬，只是这么静静地看着多莱。屋子里一下子安静的可怕，多莱这会儿尴尬的要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觉得自己真是多嘴，万一李瑟根本不想理他，那这局面可就彻底社死了。没成想李瑟愣了几秒，突然笑着拍手叫好，原来他只是在反映外卖的事。两人一边吃着披萨，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这才发现原来大家同岁。李瑟也是个直肠子，当场提议以后干脆说评语。李瑟一边嚼着披萨，一边实话实说，他以前还以为多莱讨厌他，因为多莱总是戴着耳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多莱赶紧解释，自己纯粹是因为太害羞，根本不是什么高冷。李瑟听完哈哈大笑，直言早知道就早点搭话了。看着李瑟爽朗的样子，多莱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是彻底落了地。原来这个看起来不好惹的室友，其实是个特别阳光的人。李瑟一边吃一边念叨，说自己之前很少回宿舍，白交了那么多住宿费。多莱顺口问了一句，这段时间是不是回家住了？结果李瑟摇了摇头，说自己整晚都泡在工作室。原来他是作曲专业的。多莱这才想起搬家那天，李瑟确实提过他是实用音乐系。话题聊到这儿，李瑟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认识我们系的人吗？多莱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出了那个名字车海源。听到这个名字，李瑟立刻反应了过来，说海源在他们系可是个名人，刚入学那会儿就因为长得太帅引起过轰动。多来试探着问，那他也是你的同学吗？李瑟大方的承认了，不过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虽然是同学，但其实两人一点都不熟。听到这话，多来心里稍微松了口气，看来海源在学校里确实是个独来独往的风云人物。李瑟突然压低声音，神神秘秘的跟多来八卦，说海源最近整个人都怪怪的，表现的就像完全不认识大家一样。更离谱的是，听说他连教授都认不出来了，居然当众管人家叫大叔，这事儿已经在系里传开了。多来听得心里一沉，只能在心底默默祈祷，希望海源那些消失的记忆能够早点回来。画面一转，海源正坐在高级餐厅里，对面坐着的正是嘉熙。两人之间虽然离得很近，气氛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疏离。嘉熙轻声提议，这周末去以前常去的地方吧，既然约好了要尝试1个月，那就尽可能表现得像从前一样。海源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陪在他身边，走在熟悉的街道上。海源和嘉熙并肩走在街头，这对高颜值组合实在太扎眼，走到哪儿都是目光的焦点，甚至连路过的情侣都忍不住小声嘀咕。两人在咖啡店拿了饮料，嘉熙表现得很自然，他轻轻拉住海源的衣角，示意他一起离开，看起来就像一对普通的情侣。走到半路，嘉熙说要去趟药店，让海源在路边等他一会儿。海源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并没有多说什么。等嘉熙走远后，海源独自站在街头，看着手机屏幕发呆，那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再次将他整个人包围。他忍不住开始自我怀疑，这种强行扮演情侣的行为真的能帮他找回记忆吗？还是说他只是在做无谓的挣扎？海源站在街头自嘲，觉得与其这样漫无目的的找，还不如干脆再撞一次头，说不定记忆恢复得更快。就在这时，嘉熙从药店跑了出来，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喊他，催促他赶紧出发。可就在这一瞬间，海源的脑海里突然一阵恍惚，嘉熙的声音竟然和另一个模糊的呼唤虫叠在了一起，那个声音也在叫他的名字，语气却完全不同。海源猛地停下脚步，整个人愣在原地。嘉熙连喊了好几声，海源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他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说，刚才脑子里突然多了一些记忆。这下嘉熙彻底慌了，他一连串的追问，到底想起了什么？是不是关于他的那些事？海源摇了摇头，说只想起了一点高中的碎片。嘉熙听完，整个人明显心不在焉，他试探着劝海源，既然刚才想起来会头疼，不如就顺其自然，没必要非要强迫自己。可海源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直接拒绝了嘉熙的提议，哪怕是硬来，他也一定要把真相挖出来。海源的态度非常坚决，只有找回过去，他才能决定以后该怎么走。嘉熙只能在一旁尴尬的附和。可就在这一刻，一段尘封的画面突然闯进脑海，那是高中的天台，还有一个女孩的身影，是多来。她穿着校服站在风里，一边喊着海源的名字，一边不停的哭泣。海源彻底乱了，这段莫名其妙出现的记忆到底意味着什么？多来这边的生活刚有点起色，早上刚跟李瑟换了联系方式，现在正对着手机，手忙脚乱，还没从那股紧张劲里缓过来。另一边，李瑟和嘉熙正聊得火热，话题全绕着嘉熙那个刚发了视频的男朋友海源。李瑟只着手机问，怎么又去那个老地方了？嘉熙语气平淡，说因为海源喜欢那里。结果李瑟突然开启了吐槽模式，说海源怎么总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网友都说他是死鱼眼男神。听到这话，嘉熙突然沉默了。嘉熙随口解释了一句，说海源在镜头前本来就不爱笑。接着他赶紧岔开话题，打算先把小组作业的分工定下来。这次的作业可不轻松，尤其是最核心的 C 部分，不仅内容复杂，还得处理大量的音效和剪辑。就在李瑟还在抱怨工作量大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多来盯着屏幕看了半天，竟然主动提出要接手这个硬骨头。嘉熙有点不敢相信，反复确认他能不能吃得消，毕竟这得熬不少夜。可多来的态度却异常坚定，他说自己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所以想试试看。就在大家聊得正起劲的时候，讲台上的老师突然宣布，现在开始分组讨论。多来整个人都傻了，他原本以为这门课是个人作业，结果现在要搞小组项目，这对社恐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可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找自己的小组。3组的同学倒是很热情，一眼就认出多来是传媒系的，还没等多来开口，他就开始疯狂戴高帽，说传媒系出来的个个都是发表大神。多来刚想解释自己，其实不行，队友已经转过头去，兴奋地跟其他组员宣布，咱们组的 PPT 救星终于到了。多来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可队友根本没给他机会，紧接着又指向了另一个人，队友还在旁边不停的起哄，觉得组里有音乐系的加持，这次的作业肯定稳了。多来根本插不上话，只能在一旁尴尬的干笑。等周围终于安静下来，多来下意识的看了看身边的组员，这个叫思浩的男生总给他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可那张脸怎么看都觉得在哪里见过。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思浩盯着他的侧脸，心里也冒出了同样的疑问，这种莫名的熟悉感绝对不是错觉。小组讨论总算告一段落，大家约好在群里再联系。李瑟早就等在门口了，拉着刚忙完的多来准备去吃大餐。刚好思浩也从教室出来，李瑟大大咧咧的打了个招呼，还顺口问他中午打算吃什么。思浩倒是一脸淡定，说自己还没想好。就在这几个人闲聊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到海源竟然一直跟在后面，他径直走向多来。他说为了找多来，几乎把整个教学楼都翻遍了。海源就这么旁若无人的站在多来身后，气氛一时间变得非常微妙。
好在司浩及时出现，招呼海源赶紧出发。几个人客气的打了个招呼，就此在走廊里道别。走远之后，海源随口打听起刚才那个戴冷帽的女生是谁。司浩也没多想，直接报出了多来的名字。海源猛地大声叫住李瑟，李瑟被海源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有点摸不着头脑。海源顺势打听起他们的午饭计划，听说只是去校门口吃汉堡，他竟然直接笑了起来。他说这简直太巧了，既然大家都要去同一家店，那干脆就一起吃好了，而且强调是所有人一起。多来站在旁边完全没反应过来，这顿饭吃的也太突然了。可最无语的还是司浩，他站在不远处看着海源，心里简直有10000个问号。这家伙平时根本不这样，今天到底是吃错什么药了？结果4个人就这么整整齐齐地坐在了汉堡店里。多来完全想不通，这种奇怪的组合到底是怎么凑到一块的。李瑟忍不住感慨，认识整整4年了，这还是头一回一起吃饭。司浩盯着旁边的海源，心里只有一句话，这家伙绝对是疯了。海源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是校友，凑一块吃个饭也没什么，既然我们都认识，为什么不介绍大家呢？你们怎么认识的？李瑟随口提了一句，说他和多来是室友，2个人一直住在一起。海源整个人都愣住了，满脑子都是同居这2个字，这进展是不是太快了？偏偏司浩和多来还是一组的，这顿饭吃的海源心里那叫一个酸。李瑟还没察觉，继续聊着他们一起上的课，说多来对音乐特别感兴趣。李瑟随口问了一句，你平时最喜欢什么音乐？多来犹豫了一下，小声说自己喜欢摇滚，说话时还不自觉地看向海源。李瑟突然想起来，问司浩和海源，你们以前是不是组过乐队？司浩大方承认了，还顺带爆了个猛料，说海源以前根本不是弹吉他的，他竟然是乐队的主唱。这下连李瑟都懵了，既然唱歌这么厉害，为什么现在反而改学吉他了？海源一副无所谓的语气说，谁知道那时候在想什么，反正就是不想按部就班。多来听得一愣一愣的，他一直理所当然的以为海源本来就是学声乐的。海源自嘲的笑了笑，说当年为了搞乐队，甚至还经常逃课。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整桌人都安静了。他说当时拼了命想出名，其实是为了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就在说话的时候，海源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一下多来的脚，多来整个人僵住了。这种暗示已经再明显不过，气氛瞬间变得暧昧又诡异，连旁边的司浩和李瑟都觉得这信息量太大，这顿饭真是越吃越不对劲了。聚会总算散场了，大家各回个家，多来也打算赶紧回家待着。司浩还在那自言自语，让海源以后别再搞这一套了，说这种直球让他很害羞。结果一转头，刚才还在旁边的海源早就没影了。多来一个人来到地铁站，随着列车进站，他只想赶紧逃离社交现场，可他完全没有察觉，就在他身后的车厢门前，海源正静静地跟着他。他戴上耳机，点开最喜欢的音乐，属于社恐的充电时间正式开始。多来靠在地铁扶手上，脑子里全是刚才李瑟说的话。既然以前那么热爱唱歌，为什么现在却改学吉他了？这消失的5年里，海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让他有了这么大的转变？就在他想得出神时，海源突然走到他身旁。海源笑着打了个招呼，还故意用了一长串绕口的头衔，叫他朋友的同学的室友小姐。可惜多来戴着耳机，除了音乐什么也听不见，只能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多来手忙脚乱地摘下耳机，我没关音乐。海源盯着他的手机屏幕，语气里带着一丝怀念，说你果然还是喜欢这个乐队啊。多来只能尴尬地应和着，他没想到海源竟然还记得他的喜好。多来好奇地问他，平时不是都骑机车吗？怎么今天也来挤地铁了？海源倒是回答得坦荡，说平时骑车是为了帅，但今天坐地铁纯粹是为了能和你单独待会儿。他说如果在学校找多来，他那副紧张的样子简直像是随时都要晕过去。多来还没来得及反驳，海源的眼神突然变得很认真。他说有一件事一定要亲口问个清楚。地铁在轨道上飞驰，海源看着多来的眼睛，那个藏在心里很久的问题终于要说出口了。地铁到站，车厢里又涌进一大批人，多来一个没站稳，直接栽进了海源怀里。狭窄的空间里，2人的距离近的有些过分。海源微微低头，在多来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你身上好香。多来整个人都僵住了，只能支支吾吾的回答，说自己马上就要下车了。可地铁里全是人，海源又长得那么高，多来被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清到哪一站了。他急得想往外钻，却发现自己越努力反而跟海源贴得越紧。海源就这么低头看着他，完全没有要让开的意思。多来在心里默默数着站台，还有2站，只要再坚持2站就能逃离了。可就在这时，海源突然低声说了一句，别碰我。多来还没反应过来，海源又补了一句，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太清醒。多来吓得赶紧缩回手，语无伦次的解释，说是人太多才不小心碰到的。车厢里的广播已经开始报站，多来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赶紧问海源到底在哪站下车。结果海源根本不在乎，他说去哪站都行，他坐上这趟车只是为了等一个答案。海源盯着多来的眼睛，突然问了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问题，他说你当时为什么要哭？还没等多来反应过来，海源又往前凑了一步，低声问，难道是因为我吗？多来被堵在扶手和海源之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任由地铁的轰鸣声掩盖沉默。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头，司浩正对着吉他发呆，他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自言自语说，终于记起来了，到底在哪里见过多来？旁边的笑谢一脸好奇，凑过来打听这个名字是谁，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司浩的神情变得有些微妙，他说虽然记不太清细节，但他肯定自己绝对没认错人，那个和海源哥哥一起在医院的女人。嘉熙听到这话
直接愣在原地。佳熙给海源发了条短信，打算去工作室见他一面。1个月的时间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可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司浩在里面八卦，说海源在医院的时候被一个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甚至连体检都没做完就直接追了出去。看来海源这次是动真格了。笑谢追问那个女人到底叫什么。就在这时，佳熙推门走了进来，笑谢和司浩都吓了一跳，没想到他会突然出现。听说海源还没到，佳熙也没打算多留，放下顺路买的甜甜圈，客气了几句就准备离开。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佳熙心里已经乱了。刚才司浩说的那番话一直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海源在医院遇到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竟然能让他这么魂不守舍？这下佳熙恐怕是坐不住了。原来海源出事那天，是一个女人及时发现了他，对方不仅救了命，甚至还清楚地叫出了他的名字。佳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难道司浩说的那个女人真的就是他吗？面对海源的质问，多莱还在极力否认自己哭过，可海源根本不打算放过他，直接提起了高中的那个天台，问他当时是不是一边哭一边大声喊着他的名字。这下多莱彻底没话说了。多莱这下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海源竟然还记得当年的细节。海源坦白说，虽然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唯独那个瞬间还有那个名字一直留在他脑子里。在他的印象里，多莱以前从来不在他面前掉眼泪，更不会直呼他的大名。那时候的多莱总是支支吾吾的叫他喂，明明他有正经名字。海源盯着多莱，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既然以前那么要强，那天到底为什么哭成那样？到底是哪个混蛋在背后欺负你了？面对海源的步步紧逼，多莱只能随便找了个借口，说那天只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才没忍住掉了眼泪。海源听完冷笑了一声，生病能哭成那样，这种话谁会信？正好地铁到站了，多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打了个招呼，头也不回地挤进了人群。海源就这么站在原地，看着那个逃跑一样的背影，一句话也没说。他死死握住拳头，心里的火已经快压不住了。这种互相折磨的日子到底还要忍多久？多莱好不容易逃回家，本以为能躲开那些烦心事，结果一进门就撞见妈妈在打电话。妈妈一边跟电话那头闲聊，一边还不忘当面吐槽女儿，说多莱还是跟以前一样害羞，整天就知道窝在房间里听音乐，根本不可能有男孩子喜欢。多莱听得一脸尴尬，根本不想搭理这些话，只想赶紧上楼回房间待着。可就在他准备溜走的时候，妈妈却突然叫住了他，说要跟他谈谈2楼那个房间。多莱在楼梯间四处张望，心里乱成了一团麻。海源刚才那句话简直像是一记重锤，他怎么会偏偏记得那个瞬间，记得他喊着他的名字，哭得稀里哗啦的样子？其实当年的真相，多莱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过。那时候他已经决定要转学了，只想在走之前最后再见海源一面。可谁能想到，真到了要开口说再见的时候，情绪却突然失控了。他甚至连一句保重都没说完整，就只能狼狈地转身逃跑。那种因为要离开他而产生的钻心难过，多莱藏了这么多年，原以为早就过去了，可现在看来，有些事情才刚刚开始。多莱走到2楼门口，发现房门竟然没锁，他正纳闷是怎么回事，推开门一看，整个人直接愣住了。屋里居然有个陌生男人，而且对方正光着膀子在那大摇大摆的换衣服。还没等多莱反应过来，对方反手就是一记重锤，砰的一声把门关死。隔着门问到底是谁？多莱哪见过这阵仗，吓得魂都飞了，连滚带爬的跑下楼。结果妈妈在楼下一脸淡定的补了一刀，说早就告诉过他2楼已经租给新房客了。多莱整个人都懵了，这么大的事，家里居然没人提前跟他打招呼。妈妈倒是一脸淡定，说是多莱老爸忘了在群里发通知，反正2楼空着也是浪费，租出去还能赚点钱。接着妈妈就开始两眼放光，不停地夸那个新来的房客，说那小伙子长得简直像个演员，帅得不像话。多莱听得心里直发虚，刚才那一幕还在脑子里转呢。其实他心里后悔的要命，刚才撞见人家换衣服，应该先道个歉再跑的，这下以后见面多尴尬。还没等多莱缓过神，妈妈又丢出一个重磅炸弹，说为了腾地方给新房客，已经把多莱的东西全搬走了。多莱还没来得及抗议，妹妹莱美就尖叫着扑了过来。多莱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妈妈就宣布了一个更扎心的消息，从今天起，他必须和妹妹莱美挤一个房间。莱美倒是兴奋的不行，拉着多莱展示他那些宝贝史莱姆，非要姐姐陪他一起玩。多莱虽然心里100个不情愿，也只能硬着头皮配合。结果还没玩2下，就被莱美嫌弃技术太差。多莱叹了口气，感觉自己的私人生活彻底泡汤了。就在多莱为了家务事头疼的时候，2楼的阳台上，那个神秘的新房客正对着手机低声说着什么。他语气平静地告诉对方，自己现在已经回到了韩国。海源推门进了一家琴行，对着屋里的人喊了一声爸。看着空荡荡的店面，海源忍不住开启了吐槽模式，问这生意怎么冷清成这样，这店居然还没倒闭，简直就是个奇迹。海源接着交代了一件事，说他把他的摩托车骑走了，因为他平时上学骑的那辆莫名其妙就给弄丢了。面对这个先斩后奏的儿子，男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这么静静地看着他。这下轮到海源开始心虚了。海源这理由找的还挺硬气，直言坐公交车根本不是他的风格，甚至还反过来嫌弃男人，说他这把年纪了也骑不动，那摩托车最后还不是得归自己。面对儿子的这番挑衅，男人依旧没说话，他抡起吉他就冲了过去，大骂海源是个臭小子，让他赶紧滚过来受死。海源被吓得满屋子乱窜，原来男人这么生气是有原因的。海源身上的伤口才刚缝完线，居然就敢跑去骑摩托车，男人的火气
还没消，指着海源质问他是不是疯了。没想到海源这次没顶嘴，反而自嘲地承认自己确实是疯了。他提到在医院听到的那些话，显然身体状况已经很不乐观了，可他还是这副无所谓的态度。男人气得在店里大喊，骂他真是个无可救药的笨蛋。刚才那顿揍，海源是真挨得不轻。他一边揉着肩膀，一边抱怨男人下手太狠，连个病人都没打算放过。男人也是绝了，除了脑袋那是哪儿疼往哪儿招呼。结果海源不仅没生气，反而还自嘲起来，说干脆连头也一起打了，说不定这样还能让他恢复得更快。闹剧结束，海源突然认真了起来，他轻声叫住男人，问出了那个一直压在心底的问题：过去5年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个好生活吗？男人沉默了一会儿，半开玩笑地说：那5年的他总比以前到处闯祸的时候要强。听到这个回答，海源没再说话，只是露出了一个复杂的微笑。海源难得感性了一把，他说自己一定要找回记忆，这样才能重新当个好儿子。气氛本来挺温馨的，结果男人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补了一刀，说自己只是夸他比以前强，可没承认他是好儿子。最后还不忘扎心的提醒，说他这辈子从来就没跟好儿子沾过边。店里响起了熟悉的旋律，海源听着唱片机里的情歌，思绪仿佛回到了从前。他转过头对身后的男人感叹道：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歌单居然一点都没变，你怎么还在听这些老掉牙的歌？只要想家了就会放一遍，因为这是他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音乐声在天台回荡，多来听得有些入神，歌词里唱着那些无法抹去的记忆，还有悲伤过后的思念。那时候的海源总是陪在他身边，两人的距离是那么近，仿佛只要音乐不听，那段美好的时光就永远不会消失一样。听完那首歌，多来轻声说了一句：我很喜欢。多来对着镜子，突然发现眼睛不太对劲，这红红的一块难道是长针眼了？他仔细回想了一下，估计是昨天陪来美玩得太疯，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为了遮住红肿的眼睛，多来特意翻出了那副圆框眼镜，虽然有点麻烦，但总比让人看出异样要好。简单跟来美道了个别，他便匆匆出了家门。租客和他擦肩而过，男人主动开口打了个招呼，多来母亲愣了一下，也礼貌地回了一句早安。看着男人进进出出的样子，多来母亲顺口问了一句：搬家的事情是不是都忙完了？男人笑着点点头，说差不多已经搞定了。来美一见到男人，竟然主动伸手去碰人家，还一本正经地说起进店了。多来母亲在一旁忍不住拆台，说女儿这是老毛病了，只要见到帅哥美女就想套近乎。男人听了也不生气，反而温柔地蹲下身子，笑着跟来美击掌打招呼。看着眼前这个细心的邻居，多来母亲心里也有些好奇，顺口问了一句：他是还在上学还是已经工作了？面对询问，男人倒是没打算隐瞒，他坦诚自己以前确实在上大学，不过后来中途退学了。他甚至还开起了玩笑，说因为当初是自作主张，结果直接被家里人给赶了出来。多来母亲听得一愣一愣的，只能尴尬地安慰了几句。可紧接着，男人却突然打听起韩国大学的位置，得知多来的大女儿就在那所学校住校。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他之所以打听韩国大学，是因为从现在开始，他以后也要去那儿了。镜头一转，此时的校园里，多来正低头看着手机往前走。多来正盯着手机里的每日运势，上面写的神乎其神，说改变之风已经吹过来了，他的人际关系马上就要变天，生活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连幸运色都标注好了，偏偏就是他身上穿的这种藏青色。看着这些神神叨叨的预言，多来心里直犯嘀咕，这都什么跟什么啊，觉得这运势写得真让人不爽。与此同时，校园的另一头，思浩正打听着海源周末的惨状，问他回老爸店里有没有挨骂。海源一脸无奈的坦白，何止是挨骂，简直是挨了一顿毒打。最惨的是，连心爱的摩托车都被老爸没收了。思浩听完，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看来这哥们的日子最近是真不好过。思浩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嘉熙最近有没有说什么反常的话？他怀疑上次和别人聊天时被嘉熙偷听到了。海源随口问了一句聊的什么，思浩也没打算隐瞒，直截了当的吐出了一个名字：李多来。他说当时自己正跟人感叹，多来的长相和名字之所以看着眼熟，全是因为海源的关系。面对思浩的试探，海源这次竟然没有半点遮掩，他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多来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这话一出，空气像是突然凝固了，两个人谁也没说话。思浩缓过神来，有些不敢置信的追问：难道他就是你之前心心念念找了那么久的那个初恋？海源语气平静地回了一个字：对。海源接下来的话差点让思浩没法接，他语气平淡地说自己已经和嘉熙分手了。思浩听得一头雾水，明明今天这两人还约好了要一起吃晚饭，海源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点头承认了。思浩在心里暗骂这家伙是不是疯了，一边约着饭一边就把人给甩了。最后他也只能无奈地摆摆手，让海源爱咋咋地吧。仅仅是一个名字就让海源彻底乱了阵脚，他发现自己又不自觉地开始想他了。明明只是提到了李多来，那些回忆就怎么都压不住。他闭上眼告诉自己别想了，赶紧把这些念头都忘掉，可心里那股烦躁劲儿反而越来越重。他转头看向思浩，破天荒地说了句：给我一根，我也想试试这玩意儿。看来这次他是真的被扰乱了心神。思浩一脸无语地看着他，说你连怎么抽都不知道，在这凑什么热闹？海源却嘴硬得很，觉得这事儿只要点个火就行，能有多难？他笨拙地把烟叼在嘴里，拿起了打火机。就在海源准备点火的一瞬间，他的动作突然停住了，视线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多莱正背着包，安安静静的走在楼下的街道上，阳光洒在他身上，还是记忆里那个老样子。海源看着眼前的女孩李多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的关系竟然变得这么近了？他躺在草地上，想起以前听到的那些闲话，周围的人总是在背后议论他，说他戴着昂贵的耳机，肯定是个有钱的大小姐，甚至还有人嘲讽，说他做这些不过是为了引人注目罢了。这帮人简直是明抢，嘴上说着借用一下，转头就嘲笑多莱好欺负，还厚着脸皮说这是他主动送的，结果还没走2步，就撞上了一个最不该惹的人。海源就这么挡在门口，语气冷得让人发毛。他盯着那副耳机问：“这是你的东西吗？”刚才还嚣张的男生，这下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只能硬着头皮点头。海源笑了笑，既然这东西这么好，那也借我用用吧。这下轮到他们笑不出来了。刚才还嘴硬的男生这下彻底怂了，一边尴尬的陪笑，一边改口说这东西不是自己的，还想用点小恩小惠把这事翻篇。但他显然撞在了枪口上，海源一把揪住他的衣领，语气冷得像冰块。既然刚才敢撒谎，现在就要付出代价。这一句警告下的对方连头都不敢抬，只能忙不迭的保证以后再也不敢踏进顶楼半步。看着这帮人落荒而逃，海源随手拿回了耳机。他并不知道多莱一直躲在墙角，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海源把耳机拿回来，亲手给多莱戴上，然后一屁股坐在他身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多莱有点不知所措，他小声说着谢谢，心里却还在打退堂鼓，觉得以后还是别戴耳机了，省得再招惹麻烦。海源听完直接火了，你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凭什么要看那帮垃圾的脸色？想干什么就去干。他甚至还觉得不够，非要拉着多莱现场教学，教他下次被欺负的时候怎么大声吼回去。看着海源这副认真的样子，多莱彻底愣住了。海源这教学方式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他嫌多莱声音太小，甚至亲自示范怎么放狠话，那家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场吓死。可看着多莱一脸懵的样子，海源最后还是破功了。他忍不住笑出声，承认多莱确实不是这块料。既然学不会变凶，那就干脆躲到他身后。海源告诉多莱以后想听歌就来顶楼，只要他在就没人敢上来找麻烦。临走前他往多莱手里塞了个东西，那是他随身带的拨片。看着手里小小的拨片，多莱的脑回路也是没谁了，居然问海源是不是要拿这玩意去划伤别人。海源听完都无奈了，他凑到多莱耳边一字一句的叮嘱，以后要是再有人敢动你，就直接报我的名字。看着海源离开的背影，多莱紧紧攥着那个拨片，上面还刻着他的名字缩写。从那天起，天台成了他们2个人的秘密基地，比起吵闹的教室，这里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地方。原本只是在天台闲聊音乐，海源随口提了一句，老歌还是得听黑胶才有味道。海源说起小时候妈妈总会放那些唱片，可后来爸爸却把妈妈留下的东西全扔了，两人还为此大吵了一架。他一直想不通爸爸为什么要这么绝情，连一点念想都不给他留。多莱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也许他是怕听到了会一直想起那个人吧。海源愣了半晌，才明白那种想忘又不敢忘的痛苦。可他还是想记着妈妈，哪怕每次想起都会难过，他也不想让那些回忆就这么消失干净。海源骑着重机车帅气登场，本想问多莱要不要搭个便车，结果多莱却递过来一个沉甸甸的纸袋，说是家里正好有他想要的宝贝。海源打开一看，居然全是黑胶唱片。原来他随口提过的一句话，多莱一直都放在心上。看着海源半天没说话，多莱还以为自己送错了，局促得想把东西再拿回来，谁知道海源直接把唱片护在怀里，霸道的宣布，既然已经送给我了，那就是我的东西了。他看着多莱笑了笑，说自己一定会好好听的。这下多莱的小心思总算没白费，两人的关系好像又近了那么一点点。多莱低着头在那儿蚊子叫，又是谢海源帮他找回耳机，又是谢海源愿意跟他做朋友，声音小得跟没说一样。海源故意凑过去逗他，说自己一个字都听不见。这下可把多莱逼急了，他闭着眼大喊一声，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还没等海源反应过来，多莱又笑着补了一句，以后咱们也要一直一起听好听的歌。说完这话，他就跟受惊的小兔子一样，一溜烟跑回了教室，留下海源一个人在原地发愣。海源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唱片，这哪是什么家里翻出来的旧物，分明就是刚拆封的全新货。海源看着手里的唱片，忍不住在想，多莱准备这份礼物的时候，心里是不是也一直惦记着他？光是想到这种可能，他就觉得心里乱糟糟的。但也就在那一刻，他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心，原来他这种整天想辍学的人，之所以还能坚持每天来学校，根本不是为了混个毕业证，而是因为这里有个让他牵挂的人。可惜那样单纯又美好的日子实在是太短了。转眼间5年的时间就这么晃了过去，曾经形影不离的2个人，终究还是各奔东西。海源心里很清楚，现在的他们仅仅只是对方记忆里一段再也回不去的往事了。多莱怎么也没想到海源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海源低声说着，他已经想通了，既然现实没法改变，那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把手放在胸口，对着多莱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从这一刻起，他要以18岁的身份生活。刚结束1天的训练，加西就接到了海源的电话，他一边收拾一边对着电话那头说，我刚练完普拉提，咱们在哪见面？听说海源要直接过来，加西显然有些意外，他对着电话轻声说，那行，我在这等你。换好衣服走出大门，他已经做好了见面的准备。粉丝们还在手机里刷屏，想看加西和海源一起直播，可加西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那个让海源从住院起就一直挂在嘴边的名字。他真的很想亲眼看看那个女孩到底能有多漂亮。
早知道就该把名字也问出来，这样还能上网搜搜他。嘉熙正盯着手机出神，一抬头，海源已经走到了面前。他收起心思，笑着问：“来得挺快啊，又是骑机车过来的？”谁能想到，刚才还一脸淡定的海源，二话不说直接跪在了地上。这一声闷响，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这下轮到嘉熙猛了，他这到底是想干什么？他压低声音问：“你这是干什么？”海源低着头，声音听不出一点情绪：“对不起，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嘉熙还在努力挽回，他说：“我知道你很难受，跟我相处也觉得尴尬，但只要我们再努力一下。”海源却直接打断了他，语气冷得让人心惊：“我还是干脆实话实说吧。”海源接下来的话比刚才那一跪还要狠，他说：“我不想找回记忆了，因为一旦想起过去，现在的这种感觉就会消失，我讨厌那样。”语气变回以前那个人，我宁愿这5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等于是要把他和嘉熙所有的过去全部亲手抹掉。对不起，你要是觉得不解气，就动手打我吧，打到你心里舒服为止。如果你不想亲自动手，找别人来揍我一顿也行。长久的沉默之后，嘉熙终于开口了，他说：“好，你走吧，既然你连过去都不要了，那我再也不会拦着你了。”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嘉熙实在受不了这种目光，他说：“大家都看整得快起来。”海源站起身，最后又叮嘱了一句：“想揍我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说完这句话，他头也不回的走了，只剩下嘉熙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看着那个背影彻底消失。画面一转，多莱正一个人呆着，可他的脑子里现在全是乱糟糟的碎片。刚才那是怎么回事？多莱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他回想起海源刚才的样子，总觉得他的眼神里藏着什么。海源的眼睛也疼吗？还没等他琢磨出个所以然，思贤突然在一旁喊了起来，这一下直接把多莱的思绪给拽了回来。思贤盯着手机，突然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嘉熙姐姐和她男朋友的视频竟然全被删光了。同伴听完也愣住了，第一反应就是难道这两个人分手了？思贤觉得这事儿太反常，明明昨天看的时候还在，怎么一眨眼就全没了？同伴还在帮着找理由，觉得可能只是暂时隐藏了。思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要是没出什么大事，谁会闲着没事删视频啊？除非是真分手了。他心里痒的不行，甚至想直接发消息去问个清楚。同伴赶紧在一旁拦着，说这种事人家想说自然会说。可思贤哪是能憋住话的人，嘴上说着只是好奇，手却已经诚实的打开了对话框，几件衣服唰的一下直接被甩到了半空中。海源对着柜子低声骂了一句，翻了半天竟然连件能穿的衣服都找不到。他随手扯过一件白衬衫套上，又熟练的披上了那件黑色夹克。海源对着镜子里的里领带，看着这一身利落的打扮，他自言自语说：“这身看着还行。”刚才那股子烦躁劲儿总算散了。他推门走出工作室，那辆白色的机车已经在路边等候多时。刺耳的电锯声突然炸响，火星四溅，那把坚固的钢索在锯齿面前简直像纸糊的一样，被瞬间暴力切开。男人站在屋里，隔着窗户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场面彻底失控了。男人拎着电锯直接冲出门外，对着那个远去的背影大吼：“臭小子，你给我站住！”可海源根本没打算回头，伴随着机车巨大的轰鸣声，他猛拧油门，瞬间消失在街道尽头。这种时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多莱坐在图书馆里，整个人都麻了。明明有一大堆活儿要干，结果翻遍了包才发现最重要的电脑竟然没带。越是焦急的时候越容易出岔子，电脑是真的落在家里了，现在回去拿根本来不及。正当他心灰意冷的时候，却在包底摸到了另一个东西。电脑没带，但他却鬼使神差的带上了这个刻着名字缩写的拨片。幸好这东西没留在家里。多莱看着手里的拨片，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要是真把它落在了房间里，家里那个小祖宗肯定早就把它当成玩具给没收了。多莱看着手里的东西，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过去。记忆里海源的笑容还是像阳光一样晃眼，他盯着手里的拨片，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结果一抬头，发现对面坐着的同学正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这种被人当场抓包的感觉简直尴尬到了极点，他整个人愣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该把手往哪放。多莱实在是坐不住了，随便找了个借口想赶紧溜走。他跑到自动贩卖机前，随便买了一罐饮料，试图让乱糟糟的大脑冷静一下。既然电脑没带在身边，那就先用平板把数据理清楚。总之得赶紧找点事做，不然只要一停下来，刚才那个尴尬的画面就会在脑子里反复重播。倒霉的时候真是喝凉水都塞牙。多莱正一边走一边计划着行程，完全没预料到危险就在身边。旁边两个男生打闹得正欢，其中一个没留神，一巴掌直接甩在了多莱脸上。这一记飞来横祸力道不小，多莱的眼镜都被打歪了，场面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男生赶紧开口道歉，多莱也只能尴尬的摆摆手，我的肿眼大多已经平复了，也许我应该把它们摘掉。还没等他自己动手，一只手就先一步伸了过来，海源竟然直接上手了。这个动作让多莱整个人都僵在原地。他一边帮多莱扶着眼镜，一边笑着调侃：“好久不见啊，四眼妹。”多莱整个人都僵住了，你不是已经回家了吗？海源笑着说：“他就知道能在这儿堵到你。”多莱一眼就发现不对劲，这家伙竟然特意换了身衣服，连风格都变了。这一大束花到底是什么意思？海源倒是很坦然，直接开口说他不怎么懂花，只是觉得这束花跟他很搭，就买来送他了。海源看着多莱补了一句：“这花确实挺漂亮的。”他顺手把花塞过去，接着又提了一个让人没法拒绝的要求。他说：“把手机给我用一下。”多莱还没搞清楚他拿自己手机要干什么，
海源一边摆弄手机，一边问他是不是要留下来。多来老老实实回答，说自己还得赶在0点前交作业。海源听完直接叹了口气，说跟书呆子调情真是太难了。他把手机还回去盯着多来说，以后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存完号码，他顺手来了个摸头杀，叮嘱多来要好好学习。多来抱着花追在后面，想确认这花到底是怎么回事。海源头也不回的摆摆手，说这就是送给你的。多来抱着花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这真的是送给自己的吗？海源回头补了一句，下次有喜欢的花记得提前告诉他。这话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他不仅要送这一次，以后还要接着送。多来整个人都愣住了。多来低头看了一眼手机，结果整个人都不好了。海源不仅存好了号码，还顺便给自己改了个备注，叫迷人的车海源。看着屏幕上这几个字，多来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李瑟发来连环夺命消息，指名道姓的问多来，桌上那束花到底是谁送的？多来盯着手机屏幕，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总不能说这是迷人的车海源送的吧？他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只觉得这花简直像个烫手山芋。多来刚到教室坐下，4号就推门进来了，两人这招呼打得多少有点客气。4号坐下后的第一句话就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他问多来有没有看群消息，多来只能尴尬的应了一声，因为群里那个叫姜时贤的找了一堆借口说今天来不了。既然其他人都放了鸽子，4号提议干脆2个人先开始，多来也只能点头答应。他刚把整理好的资料拿出来，正准备进入正题，气氛却突然被打断了。桌上的手机毫无征兆的响了起来，多来赶紧跟4号打了个招呼，借口要接电话。4号虽然觉得奇怪，但也只能点头让他先去。多来独自站在走廊里，盯着那个不停跳动的号码，心里乱成了一锅粥。海源竟然真的打过来了，这下想躲也躲不掉。他深吸一口气，终于按下了接听键。多来接起电话，声音听起来很不自然。电话那头的海源直接问他在哪里，多来老老实实交代了位置，可对方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问他是不是一个人。他说自己正和4号在一起做作业，谁知道海源一听他和4号单独在一起，语气瞬间就变了。他根本不给多来解释的机会，直接丢下一句在那等着我，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这下多来彻底傻眼了。多来急匆匆地跑回教室，他觉得有些事必须得先交代清楚，于是主动跟4号提起了海源。他说自己和海源以前是同学，可谁能想到4号听完之后反应非常平淡，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说他早就已经知道了。4号接下来的话简直像是一颗重磅炸弹，他直接点破了多来的身份，说知道他就是海源的初恋。4号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既然海源刚才在电话里听到了全部，现在肯定正往这边赶，多来只能无奈地承认。4号看着门口感慨，接下来的事情恐怕要变得非常复杂了。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海源背着他那标志性的情包，面色冷峻地出现在了门口。他一进屋，目光就直接锁定了教室里的2人。4号看着他，忍不住问他是不是飞过来的。海源根本没心思开玩笑，他直接走到4号跟前，语气强硬的不容商量。他说接下来的活儿他全包了，让4号赶紧找个地方歇着去，甚至还放话说以后连课都能替4号去上。面对海源的咄咄逼人，4号表现得非常无奈，他直言自己根本没力气吵架，只觉得这事儿挺烦人的。他心里很清楚，海源这副架势到底是冲着谁来的，于是主动退了一步，说等他把手头的东西收拾完，马上就腾地方走人。海源大喇喇的往沙发上一坐，那架势就像是在现场监工。4号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只想赶紧把手里的活儿干完。他一边盯着电脑，一边小声跟多来说要快点收尾。谁能想到海源不仅没打算消停，反而直接在教室里大声唱起了情歌，那歌词听得人头皮发麻。4号实在是忍无可忍，质问他到底在发什么疯，让他赶紧滚去练习是唱别在这儿碍事。可海源现在完全是耍无赖的架势，他反呛4号管得太宽，说这地方又不是4号开的，谁也别想指使他。他转过头，旁若无人的继续对着多来深情表白，唱着什么从来没机会表达爱意。多来整个人直接傻在原地。就在海源沉浸在自我感动里时，旁边的4号终于彻底爆发了，他气得直接开启咆哮模式，让海源赶紧滚出去。多来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他追上前面的海源，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从昨天开始就出了什么事。可海源头也不回，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他反讽多来居然还有心思来问他，多来被这一句话顶得哑口无言，只能愣在原地。紧接着海源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他已经彻底放弃找回记忆了。他说那些记忆太乱太杂，他实在受够了，他打算就这么浑浑噩噩的活下去，甚至觉得现在这样年轻5岁也挺好的。多来还是不死心提到了加西的名字，可海源的回答冷得让人心寒。他说已经跟对方道过歉了，甚至直接警告多来别再劝他找回过去，因为对他来说他早就已经无路可退了。海源这回是彻底赖上多来了，他直接把话挑明，就算多来赶他走，他也绝对不会动地方，不管多来怎么劝在他这儿通通没用。他甚至开始幻想，如果可以的话，他恨不得每天都给多来送花。可说到一半，海源却突然自嘲的笑了，因为他心里最清楚，要是他真的这么疯狂输出，多来肯定又要被吓跑了。海源这次说的非常直接，他承认自己做这一切全是因为喜欢多来，但他心里也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份感情只
是他一厢情愿。海源停顿了一下，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他告诉多莱，从现在开始，两人的关系得换个相处方式了。他看着多莱，轻声说，想跟他重新开始。他想让一切都回到5年前，假装那些痛苦和混乱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就像他们最初在那个教室里相遇时一样，没有负担，也没有那些复杂的过去。海源看着多莱，半开玩笑的提了个要求。他说这次能不能对他印象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他还特意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找多莱要钱了。多莱心里很清楚，接下来的生活恐怕会像这引擎声一样，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多莱小声提醒海源，倒着走太危险了。他却笑着回答，这样才能看清你的脸。你要去哪？又是图书馆。多莱随口提了一句，要去见个朋友。没想到海源立刻警觉起来，那是谁？找他干嘛？多莱无奈解释道，我室友，那次我们一起吃汉堡，你和他在干什么？吃饭。我要借把吉他，我需要他来做一个任务。听说多莱要借吉他，海源想都没想，直接指了指背后的琴包。你是说这个吗？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他已经把琴递到了面前，拿去吧，用我的就行。多莱有些犹豫，你自己不用吗？海源一脸轻松的摆摆手，我家里琴多的是，随便去店里拿一把就行。他一边说着，一边细心的帮多莱背好琴包。这突如其来的体贴让多莱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声说了句谢谢。多莱小心翼翼的保证一定会好好爱护这把琴，绝对不会弄花一点。海源却一脸无所谓，弄坏了也没事，甚至砸了都行，一把琴而已。海源接着问他，拿这琴打算干什么？多莱这才想起正事，说是要拍一段弹琴的视频。海源随口问了一句，你会弹琴吗？多莱有点不好意思，坦白说自己只是在装样子，还当场笨拙的演示了一下。海源看着他那不专业的架势，若有所思的应了一声，紧接着他直接伸手抓住了琴包。海源笑着凑近他，不然要我这个会弹琴的朋友干嘛？多莱还没反应过来，海源又补了一句，反正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多莱还是觉得不好意思，毕竟只是拍个路过的镜头，这实在是太麻烦他了。可看海源这副认真的样子，拒绝的话他是彻底说不出口了。海源一边帮他背着沉重的琴包，一边轻声提醒，走路看着点小心摔着。海源推开练习室的门，侧过身示意多莱进来。多莱站在门口有些犹豫，毕竟这是海源系的练习室，他一个外人进去总觉得不太合适。海源倒是完全不在意，随口回了一句没关系的，对他来说规矩从来不是问题，只要他想带的人谁也拦不住。海源拉过椅子坐下，随口问了一句，那我该做什么？多莱举起手机解释说，你就随便弹弹吉他，我只拍一下手部的特写。海源低头拨弄了一下琴弦，问他弹什么歌都行吗？多莱点点头，只要他开始弹奏，接下来的画面就全在他的镜头里了。琴声响起的瞬间，海源整个人都沉浸在旋律里，修长的手指在琴弦上熟练的跳动。多莱举着相机，原本只是想拍个素材，结果却在镜头里看入了神。这一刻，练习室里只有吉他的余音。多莱一边拍一边忍不住问，我一直以为你是声乐系的，没想到吉他也弹得这么好。海源听了有些哭笑不得，提醒他说，录像的时候说话没关系吗？多莱倒是很淡定，反正我只要画面声音剪掉就好了。海源点点头，也是，看来是他多虑了。海源自嘲的笑了笑，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大概是心态变了吧。多莱看着他感叹，虽然你失忆了，但身体的记忆好像还在，弹得比以前还要好。海源突然话锋一转，问多莱这5年是怎么过的。多莱愣了一下，只是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我吗？没什么特别的。多莱还在细数这几年的经历，说自己高中毕业后去补习班复读，然后才考上了大学。海源却突然打断他，直接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你谈过恋爱吗？多莱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问，支支吾吾的回答说，啊，没有，还没谈过。海源听完忍不住笑出声，你这几年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模范生啊。就在这时，他手里的吉他旋律突然一变，节奏一下子变得欢快起来，看来他很擅长掌控这里的节奏。其实素材已经拍得差不多了，按理说现在就该收工走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多莱就是挪不动步子，只想在这里一直听下去。这种久违的旋律让他彻底陷进去了。这一刻，他甚至希望时间能走得慢一点。海源低头弹奏的样子确实让人移不开眼。多莱犹豫了一下，还是慢慢举起了相机，想把这一刻彻底留住。镜头里的海源显得比平时更加专注，这一段画面要是拍下来，恐怕谁看了都会心动吧。自从重逢以后，日子一直过得乱糟糟的，他根本没时间去想别的。但现在透过镜头，他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海源这家伙还是和以前一样帅得过分。就在多莱盯着镜头出神的时候，海源突然停下了动作，这下坏了，偷拍被当场抓包。他侧过头，语气平静地叫了一声，李多莱。多莱整个人都僵住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海源根本没打算给多莱逃避的机会，他猛地一拽椅子，直接把人拉到了自己跟前。还没等多莱反应过来，海源已经伸手按住了他手里的相机，两人离得实在太近了。海源盯着他的眼睛，低声说，你这家伙。海源凑得实在太近了，多莱被他盯得根本不敢动弹。海源看着他那双正按在相机上不停哆嗦的手，你的手怎么抖成这样？是不是这相机太沉了？多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编，结结巴巴地说，早知道就该带个三脚架过来了。他表面上还在强装镇定，心里其实早就乱成了一团。刚才那一下真是吓死人了，还以为这次肯定要露馅，可海源就这么盯着他，显然没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多莱
实在受不了这种气氛了，慌慌张张的喊着拍完了，想赶紧把相机收起来。海源却根本没打算挪窝，直接凑过来要看回放，让我瞧瞧你都拍了什么。多莱急得语无伦次，拼命解释说全是些特写，真的没什么好看的。海源却皱起眉头，问他干嘛突然关掉。多莱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后面全是重复的画面，真的没什么好看的。他赶紧客客气气地道谢，想趁机把这个话题给接过去。海源看着多莱语气平淡却又非常直接，他说只要你需要，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他。多莱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种毫无保留的承诺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嘉熙正对着电脑忙工作，同学突然凑过来要给他介绍男朋友，说是对方在网上看了他的视频，非要找机会认识一下，而且还是个又高又帅的优质男。嘉熙还没来得及开口拒绝，旁边的势力就开始起哄了，问他是不是早就偷偷谈恋爱了。同学想起思贤之前好像提过，说两人已经分开了，这下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嘉熙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沉默在空气中蔓延，结果他表现得比谁都冷静，直接点头承认了，没错，我们确实已经分手了。这种消息谁听了不惊讶？同学瞪大了眼睛，追问嘉熙到底是什么时候分的手。嘉熙语气很淡说，就在不久前，理由也很简单，两个人都太忙了，所以最后决定分开。他直接拒绝了同学介绍对象的提议。现在的他既没时间也没那个心思。男同学听说嘉熙分手了，嗓门大得恨不得全公司都知道，吓得旁边的人赶紧让他小声点。他尴尬的挠挠头，说是想组织个聚会安慰一下嘉熙，还兴致勃勃的提议明天就去大一常去的那家店。嘉熙坐在旁边听乐了，直接一句话把他的老底给揭了，你是说你以前喝吐了的那家店吗？大家笑成一团，甚至还开起了被遗忘全的玩笑。嘉熙看着热闹的办公室，心里却异常冷静。他知道这阵八卦的热度很快就会过去，毕竟真正的内幕和真相永远都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夜深了，李瑟突然开口问多莱，你明天中午有约吗？多莱愣了一下，赶紧回答说没有，我打算自己随便吃点。李瑟笑了笑说，既然这样，那明天我们一起去吧，听说校门口新开了几家店，我们要不去试试？多莱赶紧点头答应，好啊，那我们就去吃那家。李瑟叮嘱了一句，行，那你明天课结束了告诉我。等屋里安静下来，多莱独自坐在电脑前，看着手机屏幕上海源那写着魅力十足的个人资料，他盯着那个头像迟疑了很久，始终没有移开视线。多莱点开聊天框，想给海源发个信息，谢谢他今天帮忙辅导作业。可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他删了改了删，整整5分钟过去了，这信息还是没能发出去。就在多莱纠结的时候，手机屏幕上突然弹出一条消息，海源问他，你怎么输入了这么久还没发出来？多莱吓得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一直在盯着聊天框。紧接着海源又发来一句调侃，再等下去我胡子都要长出来了。多莱终于把信息发了过去，解释说自己只是想道谢，所以才回得慢了点。海源看着屏幕笑了笑，既然你这么感激，那是不是该重新认识一下我了？而屏幕另一头，多莱的状态又变成了正在输入。海源看着手机没再继续逗他，只是简单回了2个字晚安。多莱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也轻声回了一句你也是好好休息。多莱急忙忙的跑回家，我的电脑是不是落在莱美的桌子上了？女人无奈的回答说，就在这儿呢，你这记性真是没谁了。多莱一边往学校走，一边跟妈妈打着电话，他说打算下课后再回去拿电脑。女人在电话那头劝他别这么来回折腾了，等晚点有空了再顺路过来就行。多莱乖巧的答应了一声，随手挂断了电话。可就在他准备收起手机时，目光却停在了通话记录上，除了妈妈的来电，最显眼的就是那个被他备注为魅力男的海源。盯着手机屏幕看久了，多莱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明明只是存个联系方式，可只要想到对方是海源，心里就莫名有些别扭。不行，得赶紧把这个名字改掉。多莱正对着海源的消息出神，结果一个没留神，跟迎面走来的嘉熙撞了个正着。嘉熙赶紧道歉，多莱也尴尬的摆手，直说是自己走路没看路。可嘉熙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到了掉在地上的手机上，还关心的问了一句，手机没摔坏吧？多莱顺着视线看过去，整个人瞬间定住了，手机屏幕亮着那个魅力男的备注，就这么明晃晃的摆在嘉熙面前。多莱手忙脚乱的捡起手机，嘴里不停说着没事，试图把刚才那个暧昧的备注赶紧藏起来。嘉熙看他这副样子，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没摔坏就好。不过在嘉熙心里却忍不住泛起了嘀咕，怎么最近总有人在他面前行大礼，一个接一个的往地上跪。他没在这个话题上多纠缠，话锋一转，直接问起了广告项目的进度。多莱赶紧解释自己还在整理素材，打算今天就开始剪辑。嘉熙听完点了点头，约好下次课在一起看进度，随后便转身离开。多莱乖巧的跟他道别，看着嘉熙走远的背影，他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男人推开门走出来，这就要走了吗？男人停下脚步，轻声回了一句嗨。男人笑着跟莱美打了个招呼，多莱母亲忍不住夸了一句，说他今天这身打扮简直比大明星还要帅，顺口问他这是要去哪。男人说自己正准备去学校上课，顺便处理点私事。可一听到学校2个字，女人的表情突然变了，她紧接着追问了一句，难道你也是去韩国大学吗？男人点头承认自己确实是要去韩国大学，可没想到女人听完居然兴奋的不行，连声直呼那真是太好了。多莱怎么也没想到亲妈居然能干出这种事，为了省那点路费，竟然让租客顺路给他送电脑。多莱在电话里
都要急疯了，觉得这样简直太麻烦人家。可女人根本不当回事，甚至连多来的私人号码都直接发给了对方。这下多来彻底凌乱了，尴尬的恨不得原地消失。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手机就突然震动了一下，租客的电话已经打来。海源看着屏幕上的号码，已经背着情包出现在了约好的地方。海源今天的心情简直好到了极点，看什么都觉得闪闪发光。旁边的司浩一脸无语，心想这大白天的你在这发什么神经？海源盯着手机，发现对方竟然给了他一个已读不回，换做平时肯定尴尬坏了。可他现在不仅不生气，反而还想请人家吃顿大餐。他让司浩先走，自己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直接拨通了那个备注为矮子的号码，心里还在犯嘀咕：这时间对方是不是正在上课？电话那头的多来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男人却表现得非常有礼貌，开口第一句就问：请问你是房东太太的女儿吗？多来接起电话，尴尬的要命，一边拼命道歉，一边说自己马上就跑过去找他，生怕耽误了这位租客的时间。可男人语气轻松的很，不仅没让他动地方，反而顺着钟楼的方向先一步锁定了多来的位置。就在多来还在四处张望的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从他身后转了过来：请问你就是来美的姐姐吗？两人终于在校门口碰了面，男人把电脑包递了过去，多来接过包，还在那儿不停的道歉，觉得耽误了人家的正事。男人倒是表现得很随和，说自己本来也要来这边，可他盯着多来，突然忍不住笑出了声。多来被笑得莫名其妙，男人这才赶紧道歉，说是因为多来长得跟来美简直一模一样。多来刚想说自己经常被这么认错，男人却紧接着补了一句：怪不得你这么可爱。男人撩完人转身就走，留下多来一个人在原地凌乱。他还没从那句可爱里回过神，只能慌乱的挥手告别。可男人还没走多远，就被一个戴眼镜的女人给拦住了。对方开口就是老套路，说他面带浮光，但灵魂深处却透着孤独。多来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这不就是上周缠了他好久的那个骗子吗？他正担心租客这个老实人会吃亏，犹豫着要不要上去帮忙。结果男人不仅没被忽悠住，反而一脸真诚地反问对方：你觉得人有可能长生不老吗？眼看男人要跟别人走，多来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赶紧大喊一声，让大家先等一下。男人停下脚步回头看他，多来好不容易把人赶走，赶紧跟男人解释，他说自己以前也吃过这种亏，那女的根本不是什么好人，其实是邪教组织的。谁能想到，男人笑了笑说，他早就知道那是骗子了，刚才只是想跟对方多聊两句。多来整个人都听傻了，原来男人最近要去试镜，演的就是这种邪教徒，他这是在现场找感觉呢。多来这才知道男人是个演员，他心里特别过意不去，觉得是自己坏了人家的好事。男人却一点都没生气，反而安慰多来说，要不是因为担心他，多来也不会卷进这种麻烦里。男人笑着打了个招呼，说既然麻烦解决了，那他就先走一步。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多来整个人都看愣了，这男人怎么回事？走个路居然还自带闪光特效。多来一边走一边回味，觉得男人那长相和个头确实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结果正琢磨着呢，他突然反应过来一件大事，刚才光顾着聊天，竟然忘了回海源的消息。这下多来彻底慌了，赶紧拿出手机解释，说自己刚才被事情给耽搁了。海源正盯着手机里的催促消息，压根没注意周围的情况。就在他低头的一瞬间，男人刚好从他身边经过，两人就这么在人群里擦肩而过。海源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停下脚步往回看，多来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只手就直接戳到了他脸上。海源笑着说，总算找到你了，吃饭了没？多来被捏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在那干瞪眼。结果这一幕刚好被对面的李瑟看个正着，他整个人都傻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李瑟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海源和多来竟然是初中同学。多来只能硬着头皮承认，可李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既然是老同学，那之前一起去吃汉堡的时候，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装得完全不认识？海源倒是淡定得很，说老同学刚见面确实有点尴尬，但现在正打算重新培养感情呢。说完他还故意低头问多来，我说的没错吧？李瑟可没心思听他在这儿套近乎，直接冷着脸问他，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李瑟随口提了一句要去吃午饭，结果海源立刻接话，说自己也正打算去吃点东西。李瑟忍不住反问他，连吃什么都还没说呢，你就这么确定要去？海源倒是回答的干脆，说自己一点都不挑食，这白明了就是想跟着一起去。司浩背着情包大老远跑过来，一边抱怨海源不回消息，一边在心里吐槽，这家伙果然又在围着多来转。李瑟倒是挺热情的，发现上次吃汉堡的人全到齐了，干脆提议大家一起去聚餐。结果司浩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说自己得去参加小组讨论，实在没法一起吃饭。海源在旁边听得直皱眉头，忍不住质问他，什么作业非要大中午去弄？司浩倒是回答的滴水不漏，说大家平时时间都对不上，只能趁现在凑合一下了。司浩临走前还特意给海源留了一句狠话，让他好好想想，要是把事情搞砸了，到底谁才会最尴尬。海源虽然心里不痛快，但也只能跟着他一起离开。李瑟还在那儿不依不饶，非说下次不管出什么事，咱们4个都得聚在一起吃顿饭。结果镜头一转，他俩已经在咖啡馆坐下了，可惜这学习镜头还没上来，饭后那股困劲儿先到了。李瑟在那儿直嚷嚷，说吃得太饱，根本没法专心。多来也在旁边跟着点头，这还没开始干活呢，俩人就都想找个地方睡一觉了。李瑟聊着聊着，突然想起件大事，问多来想不想去相亲。他说对方是个作曲系的学长，不仅人品好，长得还特别帅。
这条件听着确实诱人，可多来连1秒钟都没犹豫，直接就把这事儿给推了。李瑟看他拒绝的这么干脆，还以为他是早就名花有主了，结果多来支支吾吾半天，居然说自己从来没谈过恋爱。这下李瑟彻底坐不住了，嗓门都高了好几个分贝，直呼这根本不科学。毕竟多来长得这么漂亮，居然一直是个母胎单身，这话说出去谁敢信呢？多来被问的实在不好意思，赶紧把话题转到李瑟身上，问他是不是正谈着呢。李瑟倒是挺坦荡，直说自己现在也是单身。可还没等多来松口气，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他说自己心里确实有个喜欢的人，对方不仅做事认真，而且整个人特别酷。这话一出，多来直接愣在当场。多来也是头一回见，平时大大咧咧的李瑟提到喜欢的人，竟然也会不好意思。李瑟这会儿聊心正浓，反问多来是不是真的不想脱单。多来低着头小声解释，说自己性格实在太内向，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过。李瑟听完也表示理解，觉得像多来这种性格确实不适合去相亲，还是等缘分自然降临最靠谱。可这缘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呢？李瑟突然话锋一转，冷不丁提到了海源的名字，吓得正在喝咖啡的多来差点没当场喷出来。看多来这反应，李瑟心里更有底了，直说刚才看他们两个那互动简直亲密的不行。虽然海源那性格确实有点硬，但李瑟也不得不承认那哥们儿长得是真的帅。多来一想起海源那严厉的样子，心里就忍不住直打鼓，那哪是什么亲密互动啊，简直就是被支配的恐惧。他支支吾吾的想解释，说两人以前确实是同学，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了。李瑟一眼就看出他在犯难，赶紧笑着打了个圆场，说自己只是随口一问，让多来千万别有压力。多来尴尬的笑了笑，这事儿确实没法跟李瑟解释，毕竟他和海源之间的那段往事简直比电视剧还要狗血，从初中暗恋到大学重逢，中间还夹杂着失忆和三角恋，折腾了一大圈，最后竟然决定只做朋友。可海源之前那句想要重新变得亲近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多来心里很清楚，他之所以没有拒绝海源的靠近，是因为他真的后悔了，后悔那空白的5年里，两人连句像样的话都没说就散了。这种遗憾成了他心里的一个结，让他想趁现在去弥补。可看着眼前的局面，他又忍不住开始自我怀疑，这样强行找回过去真的没问题吗？现实总是比回忆更残酷，多来现在哪还有心思伤感？堆积如山的作业已经快要把他彻底淹没了。这已经是他今天的第2杯咖啡，键盘敲得飞起，可进度条还是慢得让人绝望。本来只是想忙里偷闲，看一眼海源弹吉他的视频，可多来盯着屏幕，看着看着却发现哪里不太对劲。多来还在对着屏幕发愣，显然还没从刚才的冲击里缓过神。就在咖啡馆的窗外，海源果然还是找过来了，他就这么站在街头，隔着玻璃死死盯着店里的多来。多来现在满脑子都是视频里的嘶号，看着屏幕里那双弹吉他的手，他忍不住低声感叹，这也太帅了。他一边看一边在心里犯嘀咕，怎么会有人弹得这么好，简直百看不厌。可他根本没发现，海源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身后。多来还在盯着屏幕研究，觉得不看乐谱就能弹成这样，简直就是个天才。可就在他自言自语的时候，海源突然从背后俯下身，贴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那个人就是我。嘉熙抬头看了看天，这雨说来就来，已经能感觉到雨点掉下来了。同事忍不住抱怨，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偏偏这时候老天爷不给面子。眼看雨越下越大，嘉熙赶紧招呼大家，趁现在还没淋透，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咱们该往哪边走来着？是不是主干道上那家咖啡店后面藏着的那条小巷子？嘉熙点了点头，没错，就是那儿。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多来整个人都傻了，这声音近的就像贴在耳边，吓得他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猛地转过头，海源居然就这么站在身后，离他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多来结结巴巴地问，海源，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海源一脸淡定地说，只是路过刚好看到他，还不忘吐槽一句，你怎么每次见我都一惊一乍的？多来支支吾吾地想解释，谢天谢地，看样子他刚才什么都没听到，不然真的要丢死人了。海源有些好奇，这地方离学校可不近，他怎么专门跑这么远来写作业？多来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顺路去附近的书店，顺便问了一句，那你呢？海源淡淡的回了一句，我就住这附近。说完，他竟然直接在多来身边坐了下来，看着他的电脑问，作业还有很多吗？多来愣了一下，小声回答说，快写完了，正准备回宿舍呢。海源拖着腮语，气温柔的不像话，他说，你接着写吧，我就在这儿待着，保证不吵你。多来乖巧地点了点头，心里却有点乱了阵脚。就这样，海源真的守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写作业。海源确实说到做到，坐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可他越是这么安静，多来就越觉得不自在。就在这时，窗外传来了滴滴答答的声音，多来转头一看，居然下雨了。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海源看着窗外应了一声，随后他伸手扶住额头，自言自语地说，难怪刚才一直觉得头疼。多来听到这话，赶紧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头关心地问，你是头不舒服吗？海源刚想说只是有点不舒服，可话还没说完，一股剧痛突然袭来，他死死捂住脑袋，疼得整个人都弯下了腰。他一边忍着疼一边念叨，难道是之前的车祸后遗症？这下多来彻底慌了，连说话都带了哭腔，问他要不要去医院，或者自己现在就去买药。海源摆了摆手说，不用去医院，只要借个肩膀靠一下就行。多来愣了一下，虽然觉得自己的肩膀可能不太舒服，但还是小声问他要不要靠在自己这边。
谁能想到海源连客气都没客气一下，直接就顺势倒了过来。海源顺势靠在多莱肩上，还一脸满足的感叹，说这样感觉舒服多了。可旁边的多莱整个人瞬间僵成了石头，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时冷冰冰的海源竟然会这么直接。窗外的雨还在下，但屋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多莱小声问他头是不是还在疼，海源闭着眼应了一声，说自己还想再多靠一会儿，就这么保持现状。就在这一片安静中，海源突然又开了口，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多莱还在等着他开口，小声问他到底想说什么。结果海源突然睁开眼，就这么近距离的盯着他，冷不丁问了一句：“我帅吗？”多莱这下是彻底懵了，他张着嘴愣在原地，半天都没能说出一句话。屋里安静的可怕，只剩下窗外那阵阵雨声还在不停的响着。加西正撑着伞走在雨里，看样子他们几个人正急着赶路。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停下了脚步，喊了一声：“等一下！”往右边拐的话，路程能缩短不少。加西催着大家赶紧跟上，可谁也没注意到，就在这一窗之隔的店里，多莱和海源此刻正坐在一起。多莱还想在那儿装糊涂，假装听不懂海源在说什么，试图把刚才那段尴尬给绕过去。结果海源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凑到多莱身边，慢悠悠地说了句：“别演了，我刚才可全都听见了。”这下多莱彻底崩溃了，心里疯狂吐槽，他居然真的全都听见了。平时明明总是在发呆，怎么偏偏这次听得这么清楚？海源就在一旁托着腮，好整以暇地盯着他问：“怎么说？不打算解释一下吗？”多莱终于不再躲闪，低着头老老实实地交代了。他说：“这还是自己第一次在现场看别人弹吉他，那种感觉真的太震撼了，不管看多少遍，都觉得刚才那一幕简直厉害的不像话。”多莱越说越认真，他说看到海源弹得这么好，就能想到他背后肯定练了特别久，这种专注和努力才是他觉得海源最帅的地方。结果海源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原来是这样。”接着他直接转过身，看着窗外说：“雨停了，赶紧走吧。”海源说走就走，多莱只能愣愣的跟在后面。海源甚至连两人以后结婚的画面都已经全部脑补完了。两人在公交站简单道了别，多莱下意识往窗外一瞥，发现海源根本没走，他就站在路灯下面，正笑着跟他挥手告别。他赶紧趴在后窗户上拼命回应着，直到那个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里。多莱坐在回家的车上，总觉得今天的时间过得飞快，天好像一下子就黑了。这就是上大学的意义。笑谢今天特意换了身行头，非要问大家自己像不像理工男，结果丝浩压根没打算夸他，反而吐槽他裤腰太低，连内裤边都露出来了。两人正闹着，笑谢突然发现哪里不对劲，他凑到丝浩耳边低声问：“平时总冷着一张脸的海源，今天到底遇上什么好事了？怎么心情好的这么明显？”海源最近整个人都不太对劲，走路带风不说，嘴里竟然还哼着小曲。他突然停下脚步，一脸认真地问笑谢：“我看起来帅吗？”这突如其来的自恋把笑谢直接给问傻了，只能愣在原地尴尬地应和着。他想起多莱盯着他的视频偷偷犯花痴，嘴里还忍不住小声念叨：“真的好帅啊！”他把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看着多莱那副认真的样子，海源心里只觉得他可爱的过头。为了不让他尴尬到当场晕过去，他决定继续装傻，把这个小秘密留给彼此。海源现在已经彻底放飞自我了，当着哥们儿的面就开始感慨，说自己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了。笑谢和丝浩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他在发什么疯。而海源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既然多莱刚才夸他帅，那说明多莱绝对是个颜控。他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机会，只要靠这张脸拿下多莱肯定没问题了。多莱正一个人在校园里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他下意识的回头发现竟然是租客。男人正一脸轻松的跟他打招呼，这让原本有些局促的多莱只能赶紧小声回应。男人笑着说：“能在这儿碰见多莱真是太好了。”而且他接下来的话更让人感到意外，他坦白说其实自己正打算主动联系多莱。这话一出，多莱整个人都懵了，他完全没明白男人专门要找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事。他从包里掏出个袋子，说是阿姨专门交代的，怕他最近缺维生素，非要让他把这袋橘子带过来。多莱这下彻底无语了，摊上这么个亲妈，真是让他在男生面前丢尽了脸。多莱赶紧替亲妈道歉，说以后肯定不让他再烦人了。男人倒是一点没介意，反而觉得这趟跑得挺直。多莱还是觉得过意不去，毕竟学校离他家可不算近。结果男人笑着说，他其实特别喜欢多莱家，这种被长辈关照的感觉让他觉得特别亲切。多莱顺口问了一句，是不是家里人住得太远了？男人沉默了一下说，现在确实见不到他们。多莱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自己是不是问了什么不该问的。结果男人接着说，是因为他想当演员，他爸直接跟他断绝了往来，甚至连联系都不让联系了。男人在楼梯上碰到多莱，顺口问他是不是要去上课，多莱礼貌地回了一句，结果脱口而出管他叫大叔。男人整个人都愣了一下，心想自己有那么老吗？多莱赶紧解释说，是因为实在不知道他叫什么。两人这才反应过来，聊了这么久竟然还没交换过姓名。男人刚准备报上大名，结果话还没说完，意外就先来了。多莱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往后仰去，好在男人反应够快，一把稳地抓住了他。这名字还没报成，倒先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男人关心地问他有没有事，多莱还没从惊吓里缓过神，只能一边道谢一边胡乱抓着。可他这手劲儿实在有点大，为了稳住重心，竟然直接把男人的衬衫给拽开了。多莱现在尴尬的想原地消失，一边疯狂道歉，一边盯着那件被拽变形的衬衫。男人倒是挺大方，笑着安慰说这衣服弹性好，完全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可多莱心里已经彻底崩溃了，觉得自己怎么总是在他面前丢人，恨不得立马找个地缝钻进去。就在这时，男人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男人突然冒出一句，问多莱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壮了。这话直接把多莱给问傻了，他一脸委屈的解释说，上次去试镜，导演嫌他块头太大，为了上镜他特意去减肥，结果反而显得更健康了，这身材太好，竟然也成了负担。多莱这才反应过来，难道是为了那个邪教成员的角色，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颓废吗？男人叹了口气承认了，说自己真的很看重那个角色，没选上确实挺受打击的。多莱赶紧在一旁安慰，说他这种身材演酷盖绝对没问题，毕竟电视剧里的男主角可全都是这种宽肩膀。男人一听这话立马来了精神，故意挺起胸膛问他，那现在这样是不是更有感觉了？多莱哪见过这阵仗，只能一边盯着看一边忙不迭的疯狂点头。多莱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自己刚才那番话听起来实在是太奇怪了，可男人根本没往那方面想，他低头盯着多莱的脚下，语气平静的提醒了一句，原来是多莱的鞋带开了，刚才差点摔倒就是因为这个。他轻声让多莱先别动，谁能想到男人竟然直接蹲下身子，旁若无人的帮多莱系起了鞋带。多莱这下彻底慌了神，赶紧结结巴巴的自我介绍，想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没想到男人笑了笑说，他早就知道多莱是谁了，毕竟多莱米三姐妹的名号挺响。他一边细心的把鞋带系好，一边也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他说他教持在言。就在这时，海源在人群中突然停住，他显然是看到了熟人，原来是嘉熙出现了。笑谢这个大喇叭一眼就瞅见了远处的嘉熙，张嘴就要大声嚷嚷。海源反应那是真快，直接一个锁喉加捂嘴，硬生生把他的话给憋了回去。司浩也赶紧上来帮忙，两个人手忙脚乱地把这个显眼包给拖走了。远处的嘉熙倒是一脸淡定，笑谢这下彻底炸锅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大的八卦，全场竟然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他一边跳脚一边质问司浩，结果司浩也很无奈，表示自己也不是故意想知道的。最离谱的重点来了，海源心心念念的那个初恋，居然跟嘉熙是一个专业的。笑谢还在那儿不停的补刀，说海源跟那个初恋不仅是同专业，竟然还是同班同学。海源坐在那儿脸色铁青，没好气的反问了一句，到底能有什么问题？海源终于忍不住摊牌了，他冷冷的丢下一句，我们已经分手了。他质问笑谢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吓得笑谢赶紧找借口，说自己只是恋爱综艺看多了。笑谢还不死心，转头想问问司浩的看法，结果司浩根本不想掺和别人的私事，司浩说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直言现在全是海源在单相思，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转。他担心如果这两人真成了，那以后大家见面的气氛恐怕会变得相当尴尬。听完朋友们那些扎心的话，海源一句话也没说。多莱正一个人坐着，嘉熙突然走过来打招呼，还顺势问旁边的位子有没有人。多莱显得有点局促，赶紧点头答应，两人就这样并排坐了下来。虽然只是些吃没吃饭的闲聊，但这种客气的寒暄反而让气氛变得有些微妙。看着身边的嘉熙，多莱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一刻迟早会来。从他决定要和海源做朋友那天起，就已经预料到自己总有一天会和嘉熙正面交锋。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多莱心里明白，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多莱心里一直打鼓，想解释自己和海源只是老同学，可这种话现在说出来，怎么听都觉得太刻意了。还没等他纠结完，嘉熙就凑过来检查进度，多莱只能赶紧收起心思，把话题转到刚剪好的视频上。这种想说又没法开口的感觉，真的让他压力倍增。嘉熙突然盯着屏幕问，这弹吉他的视频是从哪儿找的？他说自己搜遍了全网，也没见过这么高质量的素材。多莱这下被问住了，只能含糊其辞说是找朋友帮的忙，根本不敢提海源的名字。结果嘉熙反而深信不疑，觉得这肯定是多莱亲手拍的。嘉熙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视频里那双弹吉他的手动作熟练又自然，他笑着对多莱说，难怪这画质这么清晰，原来是你亲手拍的。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街道上的行人都在匆忙赶路。多莱和海源正坐在电脑前，完全没注意到窗外的动静。隔着一层满是雨水的玻璃，嘉熙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把这一幕全都收进了眼底。嘉熙早就开始怀疑了，他甚至专门去了一趟医院，就为了核实那个特别的名字。现在他们并排盯着屏幕，所有的真相都已经摆在了桌面上，有些事终究是瞒不住了。多莱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把真相说出来。视频里那个男生其实就是海源。他本想解释清楚，两人不仅是高中同学，最近的关系也确实不一般。可还没等多莱说完，对方却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觉得这些解释根本没必要。因为嘉熙接下来的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没料到。他说我早就和海源分手了。嘉熙盯着多莱，语气里带着一种试探，你应该早就知道我和海源的事了吧？多莱只能点头承认。气氛正尴尬的时候，老师推门走了进来，点名开始。这段对话被迫中断。嘉熙临走前意味深长地留下一句辛苦了，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可多莱的心早就已经乱了。多莱在店里挑了半天，心里一直犯嘀咕，这尺寸迟在言能穿吗？虽然迟在言总说没关系，衣服随便套一件就行，可多莱早就看不过去了，那件旧衣服都破了个大洞，他居然还在穿。多莱赶紧叫来店员，想看看有没有同款的新货。就在这时，他突然在货架上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竟然是那个品牌的联名款。这下多莱彻底坐不住了，这种好东西怎么能现在才发现？他盯着手里的衣服，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
看着这件衣服，多来脑子里全是海源穿上的样子，肯定特别帅。可转念一想，海源平时那么懂穿搭，万一送的东西不合他胃口，岂不是给人家压力？嘴上说着不要，结果身体却很诚实。多来最后还是拎着购物带回了家，可买回来才是难题的开始，到底该找个什么借口才能自然的送给他呢？正当多来发愁的时候，他才发现海源今天居然一直没联系他，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的赫然就是海源的名字。多来赶紧接起电话，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海源就直接问他在不在宿舍，甚至连他在3楼都清清楚楚。海源在电话那头语气平淡，却不容拒绝。他说：“你现在出来阳台一下。”多来半信半疑的推开门，走到栏杆边往下一看，整个人都定住了。谁能想到海源竟然骑着摩托车，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了宿舍楼下。他手里还拿着手机，正抬头看着多来。海源在电话里语气听起来特别轻松，他问多来要不要下楼，还没等多来开口，他就直接甩出一句：“我想见你了。”多来哪受得了这种直球，赶紧套上外套跑下楼，看着坐在摩托车上的海源，他试探着问：“你今天是不是去排练了？”海源倒是很坦诚，说只是陪一个弟弟吃了顿饭。多来听完只能尴尬的应了一声，结果海源根本不打算放过他，他微微低下头盯着多来的眼睛问：“怎么？你这一整天都在等我电话吗？”这下轮到多来没话说了，心里的那点小秘密全被这男人看穿了。多来赶紧摆手否认，说自己只是随口一问，想知道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海源顺势反问：“那你今天都忙什么了？”多来老老实实交代，说自己刚写完作业。可聊着聊着，海源的语气突然沉了下来，他盯着多来问：“你跟那个徐嘉熙关系很熟吗？”多来被问得有点懵，解释说两人只是同专业，偶尔会一起吃个饭，私下其实没什么交集。海源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朋友告诉我，因为我的出现可能会让你和他的关系变得很尴尬。”海源倒是挺坦白，他说自己确实没想那么多，毕竟现在他还不是多来的男朋友，充其量也就是个排队追求的人。见多来没说话，海源又开始不正经了，他凑近了问：“咱俩是亲过了还是怎么着？”多来赶紧反驳，说两人明明什么都没发生。海源笑了笑，语气突然变得很认真，他说：“我现在就是在追求你，难道不是吗？”看着多来局促的样子，海源主动把责任揽了过来，他说会去找嘉熙谈清楚，绝对不会让多来感到为难。多来有点担心，追问他到底要说什么，海源却只是含糊的说：“就聊聊咱俩的事呗。”多来赶紧拦住他，说自己已经跟对方解释过了，两人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其实多来心里很清楚，要是真让海源去谈，以他的性格肯定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海源听出了他的意思，直接问：“你是想让我别插手吗？”多来只能硬着头皮点头说是。为了缓解尴尬，多来突然话锋一转，问海源平时穿不穿某个牌子的衣服。海源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说那根本不是他的风格。海源觉得莫名其妙，追问他为什么要这么问，多来却支支吾吾的敷衍了过去。另一边的池在言刚熬完大夜，准备去健身房，连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疯了。可就在这时，池在言收到了一条短信，是多来发来的。多来说买了一件新 T 恤，想赔偿上次弄坏的那件，还问能不能直接寄到他家里。看着屏幕上的字，池在言陷入了沉默。池在言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直接约在学校见面。一见面，池在言就安慰多来说上次那件事真的没关系，让他别放在心上。多来却坚持要送他新衣服，他说那件旧的都破了个洞，肯定没法再穿了。池在言听完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多来一直以为那个洞是他弄坏的。他赶紧解释说那个破洞早就有了，是之前跟朋友拍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挂到的。看着多来尴尬的样子，池在言反而笑了，他说既然是特意为他买的，那他就不客气的收下了。池在言还特意强调，正好熬完夜想换身衣服，这件新 T 恤送的正是时候。这下多来总算松了口气。多来正催着池在言回去休息，自己也打算先走一步，却被池在言突然叫住了。池在言语气有些迟疑，问多来知不知道他肩膀上正爬着一只虫子。多来这下被吓得够呛，整个人都慌了神。池在言赶紧上前一步，伸手帮他把虫子弹开，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得极近，动作显得非常暧昧。可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就在不远处的台阶下，海源正死死地盯着这一幕。原本只是帮个小忙，但在海源眼里，这画面可就完全变了味了。他看着眼前的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但那个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人总算走了，多来刚松了一口气，结果一回头，最怕谁来谁就来，海源就站在那，看样子已经盯了很久。这下误会可闹大了。他语气冷冰冰的直接问那男的是谁，为什么要缠着多来。多来想解释只是认识，可海源根本不买账，非要问出个底细不可。这醋味隔着屏幕都能闻到了，接下来的场面恐怕很难收场了。多来赶紧解释说那男的只是家里的租客，自己过来就是顺手送个东西。海源听完冷笑一声，盯着那个走远的背影，心里这股火是怎么也压不住了。他开始阴阳怪气，说这租客面子真够大的，就因为旧衣服领口松了，就能换件全新的。多来还在那解释，说只是觉得不好意思，才想补偿人家一下。可他越是解释，海源的脸色就越难看。这哪是送衣服啊，这简直是在海源心头上点火。多来还在那解释，说人家特地帮他带东西，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海源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既然都带东西了，说明两人早就私下见过面了。
他现在后悔的要命，刚才光顾着生气，竟然没看清那小子长什么样。海源直接下了死命令，要是那男的敢找借口请吃饭，必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多来还觉得是海源想多了，毕竟对方只是个租客，哪有那么多花花肠子。结果海源突然凑近，盯着多来的眼睛说：“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有多可爱。”这突如其来的直球，谁受得住啊？刚才还在吵架，现在气氛全变了。海源这夸人的话真是一套接一套，说多来扎着小揪揪，穿得像个红薯一样甜。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总觉得路过的男人全都在盯着多来看，恨不得把所有人的眼睛都捂住。多来听得一头雾水，明明周围根本没人看他，可海源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他觉得自己以前太大意了，竟然没意识到会有这么多竞争对手想过来搭讪。多来被他弄得有点不好意思，赶紧从包里拿出一件东西，想让海源帮忙看看。这下轮到海源愣住了。海源二话不说，直接把多来送的新衣服换上了，还特意显摆了一下，问多来自己帅不帅。多来看着挺满意的，就是担心今天风有点大，怕他穿这么少会受凉。海源现在心里美得不行，还故意翻旧账，说某人昨天还想把衣服退了，理由竟然是觉得不符合他的风格。多来被说中了心思，只能在一旁尴尬的应着。谁能想到海源观察的这么仔细？海源突然停下来，看着多来说：“只要是你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会讨厌？”他甚至怀疑多来是不是已经忘了他之前表白时的那份真心了。海源看着这件青蓝色的衣服，那是越看越顺眼，还特意强调说，就因为是这个颜色，他才更喜欢。多来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可看着海源这么容易满足，他心里反而有点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应该买个更好的送他。海源可没想那么多，他现在心情好的不得了，直接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不由分说的披在多来身上。他说为了感谢这份礼物，今天必须带多来去吃顿好的。还没等多来反应过来，他就已经伸手拉住了多来。就这样，海源拽着多来的手，大步流星的往校门口走。看着多来的背影，海源突然想起以前，那时候他就觉得多来那颗小脑袋里总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想法，那种小心翼翼的温柔，还有那份纯粹的善良。海源真希望自己是这世界上唯一知道这些秘密的人。画面一转，池在言正在更衣室换衣服，旁边的人凑过来问他是不是从家里带了件新衬衫。池在言随口回了一句，说是别人送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漫不经心地整理着衣角，柜子里还挂着一件拍摄时弄破的旧衬衫。朋友问他是不是打算处理掉，池在言看都没看一眼，语气平淡地说：“确实该扔了。”旁边的人眼都看直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名牌货，池在言居然说扔就扔，简直是一点都不心疼。池在言倒是无所谓，笑着说自己已经有新衣服了。朋友忍不住吐槽说，差点忘了他可是个离家出走的富二代。既然池在言不要了，朋友赶紧把那件旧衬衫收好，虽然上面破了个洞，但缝一缝还能接着穿。池在言根本没心思管那些，他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新 T 恤，胸口那只黑色的小猫看起来特别显眼。他盯着那个图案，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轻声说了句真可爱。随着老师一声下课，教室里瞬间热闹了起来，组员们都在那起哄，说这次全靠多来和思浩，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功臣。思浩背起大包，转头对多来说了句辛苦，多来还是那副内向的样子，客客气气的回了一句。两人在门口简单道了个别，多来刚松了一口气，正准备往外走，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就听见有人在大喊他的名字，原来是李瑟。他一路小跑着冲过来，整个人看起来急得不行，一见面就赶紧打听是不是已经下课了。看这架势，李瑟估计是紧赶慢赶，结果还是没能赶上这堂课。多来看着李瑟这副样子，忍不住问他是不是一路跑过来的。李瑟连腰都直不起来了，第一句话就是打听思浩，问他是不是已经走了。多来点点头说他刚离开没多久。李瑟一脸的遗憾，说自己明明已经拼命在跑了，结果还是没能见上一面。多来还以为出了什么急事，赶紧问他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李瑟却突然淡定了下来，他随手撩了一下头发，语气变得特别轻松，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多来还没反应过来，李瑟接下来的这句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直接把他给镇住了。李瑟大大方方地承认，没错，我就是喜欢思浩。李瑟坐在椅子上，语气里透着一丝无奈。他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偶尔见上思浩一面，毕竟两人年级不同，专业也对不上，平时在学校根本遇不到。多来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李瑟之前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个人竟然就是思浩，这件事他之前完全不知情。李瑟自嘲地笑了笑，说他们平时的交集仅限于在走廊碰面时互相点个头打声招呼，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多余的话了。看着李瑟这副纠结的样子，多来反而觉得他挺可爱的，忍不住开口安慰说其实他和思浩站在一起看着特别般配，就像那种很有范儿的情侣。听到这话，李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期待，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他说这完全是自己的单相思，在思浩面前他从来不敢表现出任何异样，甚至连上次一起去吃汉堡都是他们认识以来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坐在一起吃饭。这段感情远比多来想象的要辛苦得多。李瑟靠在椅背上，语气里满是挫败感。他说自己真的很想靠近思浩，可现实却是思浩那个人就像自带屏障，真的很难接近。多来看着眼前的李瑟，心里五味杂陈，这种感觉他实在是太熟悉了。多来想起了以前的自己，那时候他还戴着厚厚的眼镜，总是坐在教室的角落里，而海源就坐在不远处。在那个时候，多来压根不敢想象海源有一天竟然会喜欢上自己。对他来说，海源就
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别说主动打招呼了，那时候的他连跟海源说句话都觉得难如登天，只能像现在这样躲在人群后面，偷偷的看上他一眼。李瑟刚走，多来的手机就响了，是嘉熙发来的消息，约他明天晚上见个面。酒过3巡，嘉熙笑着说：“这还是咱俩第一次单独出来。”多来赶紧点头，毕竟以前女人总是在场。嘉熙举起酒杯，轻声说了句辛苦了。这气氛显然跟平时不太一样。多来主动问起酒量，结果自己才喝一杯就到头了。嘉熙忍不住调侃：“你这酒量也太差了。”聊到工作，嘉熙建议多来去当博主，毕竟他的剪辑技术确实没话说。可多来却一直找借口推脱。多来顺势反问：“听说你也有个频道，怎么最近不更新了？”嘉熙沉默了一下，坦言以前拍的是情侣日常，虽然是和平分手，但评论区的流言蜚语实在太累人。人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走近了又疏远，最后甚至可能变成陌生人。就在多来还没反应过来时，嘉熙突然盯着他问：“你跟海源之间是不是也出问题了？”嘉熙的话越说越直接，他说：“你跟海源以前明明不熟，怎么最近走得这么近？”甚至还提到当年他跟海源谈恋爱的时候，多来可从来没这么多话。这番话让多来无言以对，只能沉默地坐着，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可偏偏就在这时候，店门被推开，嘉熙的朋友们竟然也来了。朋友显然也没想到会在这碰面，毕竟嘉熙之前说他今晚已经有约了。另一人倒是挺兴奋，嚷嚷着既然遇到了就一起喝，还好奇这两个人什么时候成了朋友。原本尴尬的对峙，瞬间变成了更混乱的酒局。男人一边喝酒一边感慨，这还是头一回跟多来坐在一起，甚至怀疑以前都没跟他说过话。嘉熙也在旁边搭腔，说多来平时根本不参加这种聚会。男人听完故意逗他，问他是不是不想跟大伙儿玩。多来本来就局促，被男人这么一问，更不知道怎么接话。尤其是男人发现多来一直对他用敬语，还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想装年轻。确认过多来确实是姐姐后，女人更兴奋了，非要倒满一杯庆祝一下。多来虽然一直在推辞，说自己真的不能喝，结果女人根本不听，直说就这一杯绝对没问题。谁能想到多来还真是个实诚人，这一杯啤酒刚下肚，整个人就直接趴在桌上没动静了。女人这下彻底懵了，大喊着他才喝了一杯啊，这酒量真是让人没话说了。看着趴在桌上一动不动的多来，嘉熙忍不住埋怨女人，明明都说了不能喝干嘛非要劝这一杯。女人也挺委屈，谁能想到他酒量这么浅，这下麻烦了，多来醉成这样根本叫不醒。嘉熙走出店门，正发愁该找谁帮忙，刚好在街上撞见了笑谢，笑谢一眼就认出了他，两人客套了几句。嘉熙赶紧打听海源今天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听说海源不在。嘉熙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拜托笑谢，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毕竟作为前任，嘉熙觉得直接联系太尴尬，但眼下这个局面恐怕只有海源能来收场了。嘉熙特意交代笑谢，让他给海源打电话，只要说多来喝醉了，海源肯定会过来。电话那头的海源这会儿正忙着在店里打扫卫生，原本还没当回事，随口问了一句什么事，可当笑谢转达说嘉熙让他过去，而且多来已经彻底喝断片了。刚才还慢条斯理的海源听到多来的名字，手里的活瞬间就停了，他二话不说扔掉抹布，外套一披就往外走，急着追问你们现在到底在哪。酒馆的大门被猛地推开，海源顾不上别的，一进屋就开始四处搜寻。此时的多来还趴在桌子上睡得正香，根本不知道谁来了。海源这一露面，立刻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旁边桌的女生一眼就认出了他，小声惊呼：“这不是车海源吗？”周围的人纷纷凑过来打听，有人想起在网上见过他，说这不就是嘉熙的那个前男友吗？大家伙儿都觉得纳闷，明明听说两人已经分手了，这大半夜的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海源就这么站在桌边，盯着醉得不省人事的多来，一句话也没说。他转身便冲出了酒馆，旁边的女生们全在看热闹，凑到嘉熙耳边兴奋地打听：“这帅哥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别瞎猜了，他可能只是走错地方了。”看着海源那副焦急的样子，嘉熙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根本不是为了前女友出现的，这就是最扎心的现实。海源所有的失控和在意，现在全都给了多来。海源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众人看着叫不醒的多来，谁知道他家住哪？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嘉熙就已经拿定了主意，说多来住学校宿舍，他会亲自送他回去。嘉熙心里那个疑问越来越大，他真的很好奇，多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能让一向冷淡的海源变得这么细心又果断，甚至连1秒钟都不想多待。嘉熙拎起包头也不回地交代了一句：“我叫了代驾送他，你们接着喝吧。”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海源终于赶到了。他看着趴在桌上的多来，语气里全是心疼和无奈。他低声问了一句：“你怎么喝了这么多？”还没等嘉熙反应，海源就直接伸出手，一把将他从座位上横抱起来。他戴上头盔，动作干脆利落，完全没打算听任何解释。他轻声对怀里的人说：“走吧，多来，我们回家了。”